对，那是大哥说的，大哥说我是情感界英文的，而且是一个优质单身多金的男士说的，他也是我的粉丝，每天都追我的直播。然后他那天非常激动，他跟我吃饭非常激动。国庆播嘛，我告诉大家啦，一年365天，永远都是定时定点开播。我们没有所谓的节日，也没有所谓的休息，一年365天都是同一时间开播啊。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的2点，周四的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哪怕那天是大年30，也是一样的，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越是过节，好多宝宝在家里越无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很多时候平时吧，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填得还挺满的，觉得每天还挺充实，但是反而是到了过节的时候，大家在家里反而没人玩了，没事干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直播，对吧？陪大家一起过节。诶，怎么这个屏幕卡住了呢？啥情况？好。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也回复你们。来，我们直接开始连麦了啊！我很少穿黑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有的时候黑的会有点曝光，不过今天好像还好，可能因为人太白了。Hello， 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说。曲曲你好，我关注你很久了，然后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哈，是一个婚恋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一下我基本情况吧，我也是第一次连麦对，有点紧张我是今年29岁，然后的话学历是晨考的一个本科，现在属于创业阶段，就是自己的年收入大概100以上，颜值的话，我自己自认为我自己颜值应该有7分加吧，但我身高不大高，就是158、159左右，在超一线城市有3套房，对，然后超一线城市有3套房，那你也属于小婆了。还行吧。然后在2线城市的话，也有1套房，就是还可以。然后的话，就是股票现金的话，也是有个还行600加吧，对，这种情况。然后然后我父母这边的话，就是普通的退休的这种事业编吧，也帮不到我太多，就属于普通家庭哈。然后男方的话就是有扯过快乐证，那么现在我们他之前是扯过快乐证很多年了，然后我们现在属于那种就是认识也很多年，准备领快乐证，领结婚证，对，对，领结婚证，对，没错。然后的话，他的个人情况的话是净资产有2、3个小目标，就是属于现金类比较多的。他是基金行业，我也属于基金行业吧，对。他现在就是财富基本是自由的情况，但是他就是特别抠，是老上海人，对，老上海人，父母的话很早也就移民到澳洲那边去了，就是现在他的话就是没什么，就是投资这种，然后的话准备10月份我们去扯证，然后我大概的想法是说。也没有什么太多什么喜欢或不喜欢，我只是觉得真的很适合婚姻，因为我认为就是可能我的小孩需要一个好的一个
就是教育啊、家庭环境，或者就是对，然后刚好我到了这个年龄，可能需要有小孩吧。对，对他的话我也没什么爱不爱的，认识也10多年了，然后中间有分开过2次，分开过2次。那么最近的一次是1年前吧，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了他有3有4，然后被抓到了。然后就分手是我提的，然后回来也是我提的，然后我说回来以后大概是今年3月份嘛，回来以后他说可以就是说跟我扯领证嘛，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之前分手的时候哈，然后他是说给我个300，然后呢分手了之后，可能他又在国外又购置了就是别墅类的那种物业嘛，然后又装修。他说最近现金又比较紧张，都和好了，到现在也没有把300兑现给我吧，可能也就只给了个200左右加，就这么个情况。他说和好都和好了，要结婚了，这个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准备结婚的话，我想的就是说因为我的收入也不算差，然后纠结的点可能就觉得自己有的选，就可能婚前有点恐惧吧，就觉得到底这个婚结是对的吗？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怎么去谈这个彩礼，怎么做才是利益最大化？因为他性格就是消费观是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大钱从来不省，就是家里的沙发可以大几十，装修可能柜子也可以摆来个 W 号，但是就是说可能家里就是说吃，就是他爸妈也好，他也是去吃饭的话，如果有剩下的话一定会打包，然后就是一定是吃完它，然后家里的灯也不能乱开的这一种。然后我们要是出去的话，正常能走路就不打车，然后当然我们的豪车也很多，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奇怪的消费观。然后比如我们去买个水果也是，就比如我们认为这个香蕉可能就10来块钱，但是如果它30多块钱，他就会觉得不值，我们就不去买它，就是这种。然后的话，他跟我就是可能是我觉得他的条件比我好很多，所以的话我觉得他对我有点抠。然后他说领完证可能就是1000多个的商铺后续会写到我名下。很好了，姐，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只有4分多钟了。我的问题就是说不是要领证了嘛，想着怎么去谈就是利益最大化。因为他说你现在谈的东西已经很好了，我听下来的话，现在你已经从他那里拿了200多的现米过来了，然后后面可能后续还有一个商铺会写你的名字，对吧？这个商铺也是在超一线，对吧？对，你现在拿到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你跟他具体聊一聊关于未来养孩子的这个费用问题，他是准备怎么去出，怎么去承担，然后关于孩子的教育观的问题，你具体去聊聊这些东西，起码2个人结了婚以后知道这个米是怎么个出法，他每个月大概有多少钱可以给到你，或者是作为家庭的共同支出，这个事聊明白，这个就是会导致你们后面每天有没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冲突的一些问题，要给他聊明白就行了。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你说他抠啊，他什么很奇怪，这些点一点都不存在，完全是你个人的臆想。那你说，就是我自己一个月也能挣10几20吧，但是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只会给我3、5左右。你自己你不是一个个人拎出来，就是抛开你所有的家庭背景，抛开你的这些，你光个人站人家面前，你不属于是那种别人要花很多米来泡你的女生，懂吗？对不对？本身人家就是看中了你一个比较殷实的经济实力的，讲求的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匹配度，你自己的个人收入能够承载的你的消费支出，本身就是他选择你的其中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明白没有？
所以说你不要是老想着说，哎呀，我一个月都能挣这么多，他怎么，你现在不是急着结婚吗？你不是急着要小孩吗？对不对？那这个男的从经济上面来讲，他能够覆盖你的经济实力，对吧？然后还能够承担一部分的经济，也能让你更轻松，那么还能够让你达成你后面想要的婚恋也好呀，小孩也好就可以了。你不要想一些过于不切实际的东西，人家哐给你给好多，给的比你还多，你不是那一挂的女生，明白吗？你不是一个金丝雀。是，就是想要的太多了，所以会有点纠结。你要的东西啊，你要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明不明白？而不是基于你自己屁股决定脑袋说，哎，我就应该，我挣10几，一个男的就应该跟我给20几，没有这种事儿。你走出去有没有一个男的会跟你给20几？这个很重要，懂吗？就是你自己的市场情况。对呀，所以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我就是一个女孩子，我出去，我现在是不是能找一个大哥，能找个这个找个那个，他能跟我给这么多？所以基于我对市场的评估，我认为我值，那是另一个概念。你不是这一挂的，懂吧？你不是出来搞大哥这一挂的，人家那个形象气质，一个月要让一个男的给他投入10几20的女的，首先他自己的外貌一拎出来，他的高度得达到那个高度啊，明白吗？他不用赚什么米的，因为他就指着这个男的给他给啊，对吧？对。好吧，还有问题吗？谢谢。还有40秒了啊。好嘞，没什么太多问题。有什么问题再下去1v1吧。你主要是需要稳定心态和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归位，别的倒没什么。这个男的听着问题不大，是吧？有错误，发现错误，能承担，能受惩罚，能开罚单，能买单，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好不好？行，好，谢谢。就这样啊，拜拜。拜拜。女孩子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这样的，特别喜欢用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衡量对方应该给予的付出，或者说来衡量我应该能匹配的男生的经济情况，这个是很不科学的一件事儿，明白吧？你不要觉得我挣了3、5万，我就还能找一个挣10万、15万的。我挣了10几20万，我就还能找一个挣30万、50万的啊！我自己挣5万，一个男的就得给我花10万，我挣了10几20万，一个男的给我花30、40万，没有这种事儿，不是这个世界的规则，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你们自己脑子里面完全站在利己的角度上做的一种思考，但是这个不吻合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是什么？这个世界运行规律是收入达到一定层级，但凡他能挣到3、5个 W 往上的男的，他还要找一个围着他转的女的，明白吗？还要找一个足够漂亮、足够有优势、能够围着他转的女的，能够给他足够情绪价值的女的，他愿意付出一部分的物质去置换一部分的情绪价值，这个才是市场运行的规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当你说的这种什么我都赚10几20了，我还想让这个男的给我花，一个男的能在一个女的身上一个月花掉10几20，这个男的他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的？他想要的是一个自己挣10几20的女的吗？不是，而是他花了这个10几20，他就有绝对的服务体验，要有绝对的消费体验，对不对？这个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啊，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说你也有经济，他也有经济，你们俩就各自搞各自的，我还为我的生活、为我的工作忙，他为他的生活、为他的工作忙，他为什么要给你花这个米？你为什么不给他花这个米呢？对不对？你怎么不想我有一个挣10几20男的，我要给他花10几20呢？你为什么不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呢，因为这个男的不舔狗啊，是不是的？当你愿意一个月给一个男的花10几20的时候，这个男的得怎么做？你们换位思考一下。当你一个月如果愿意为一个男的花10几20，你希望这个男的他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给他花10几20？是因为他自己挣得多，自己围绕着自己那摊事业转，每天从早忙到晚，你会给他花10几20吗？他没有办法给你情绪价值，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你会给他花10几20吗？如果你能给一个男的花10几20，是不是这个男的帅的得像吴彦祖，对吧？个子又高又壮又帅，
说不定还在家里给你做饭，牵出去有面子，带回来还能给你情绪价值，白天晚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对吧？这个才是你会给他花这么多米的点呢，对不对？你说怎么着呢？今天你能给一个男的花10几20的时候，我找刘强东，我每个月给他花10几20，我找马爸爸，我每个月给他花10几20，有这么个疗法吗？这个吻合这个世界底层的运行规律吗？它是不吻合的，对不对？所以凡事我们一定要先换位思考，你才能理解它的底层逻辑，不要永远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律师你好。哎，你好，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男嘉宾进入围城，然后我说一下我跟他之间的情况。这个声音真是醉了。男嘉宾年薪是50到100，然后他是小苹果，父母是中苹果退休了，然后他父母是家里应该是有5000个 W， 他自己是零存款，然后颜值还不错，扯过快乐证有一个蓝色的球是跟男方的。我33岁，我也是主播，然后年入是50到100，新一线城市，存款有300个，扯过快乐证无球。然后我父母家境很一般，很普通。然后我们2个人相处的优势是相处的不错，然后他也挺愿意付出的，8个月付出了60个 W， 然后他的工作还不错，相处半年基本上就会跨省找我，然后我们10点半挺和谐的。劣势是他以前那个嘟嘟输了几百个 W， 他爸妈给还的，然后我觉得他三观不是很正，就是喜欢自吹自己就是 P 的经验丰富，然后喜欢玩氪金游戏。上个月被我发现他就是哭穷2-3个月，结果他偷偷负债玩游戏氪金了7、8万，还出去打赏了女主播一些小礼物，大概有几千人民币。然后我生气提惩罚，他给我买了8万的礼物，然后是暂时戒掉了游戏，但是他一直跟我强调，就是氪金游戏是他的终身爱好，就是以后有钱了还要往游戏里面砸钱。现在如果花钱约会的话，就会跟我强调是借来的。他戾气很重，总是跟我说要去报复别人，而且还有偷拍过我的一些照片，说是自己那个的时候用，没有责任心，喜欢自己玩乐，然后花光了钱就回家坑他爸妈。然后我们2个人进入围城的条件是他全款300个给我买一个房，然后婚后上缴他的收入，并且在他的城市买新的房产，就是婚内的。然后我是有结婚诉求的，想要这2年要个球。我身边的朋友不太支持我跟他进入围城，因为觉得第一是太远了，我跟你是一个城市的，他是南方的一个3线的城市的，然后他很贪玩，加上他跟他的父母之间我感觉是有一些关系很差，就我本身自己来说不太能割舍掉这段感情。
而且我跟他的10点半啊，我知道了，你说完了吧？你的重要信息都说完了吧？对，这个男的肯定是没价值的咯。那一句话来讲，你说我放不下，我舍不得，我这我那，你要非要进去，没人能拉着你，要不然你这个聊天不是这么聊的，知道吧？你颠来倒去的，就是想表达，虽然他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这不行，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放不下，这个是你表达的东西。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所有人全天下人不你在内，你都知道。你已经说了1、2、3、4、5这男的这个毛病一大堆，没有一个点位叫优点，唯一的问题就是放不下。放不下是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你知道他是个垃圾，你也知道这是个坑，你想往里跳，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人能解决得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个人最大的隐患在于什么？最大的隐患是在于他现在给你买了多少的房子都没有用，最后呢，极有可能他给你买的这些房产最后又会被用来抵债，因为他跟你结完婚之后，所有的债务就会变成婚后的债务了。一旦跟你有了小家庭以后，那么这个债务肯定不再去由他的父母来承担，而是首先由你们的小家庭内部来承担。就算这一套房子是婚前的房子，那么它也有可能极大可能是婚后挖了一个大窟窿之后，然后用婚前的房子来填这个窟窿，这个是一种几乎80%的一个必然走向。你能看明白这件事儿，那至于你什么离不离得开放不放得下什么这些东西，咱们解决不了，好不好？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你看明白这件事儿，好吧？别想着说，你不要心里想着，哎呀，现在还能搞个300个 W 的房子呢，反正后面的就扯，快乐正扯，你别这么想问题。你要知道，这个人他最大的隐患在什么地方，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再来看。还有什么问题？我明白。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想问他。我已经说完了。这种人呢，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用不能要啊，可以用不能要，听得懂吗？不进入婚姻关系，你想玩没人管你，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跟他做长期绑定，他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长期绑定的对象，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个就是我给你下的结论啊。好吧。那我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就是怎么样安全的退出一段关系。没有办法安全，只要你结了这个婚就没办法了。我说了嘛，可以用不能要，没有所谓的安不安全。你要去跟他结这个婚，法律是保护不了你的。那你好。谢谢曲曲。好，拜。你们有的时候就是打个算盘打得叮当响，是吧？最后发现被别人摆了一道，这种恶习缠身的人怎么能要呢？对不对？这个就是恶习啊，对吧？再大的家当也顶不住人这样造的，你们以为呢？何况他这还没有多少个身家，也就那样。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刚才准备说的，还有这个姑娘啊，你还在直播间吧？我还给你补一句啊。这种人你要小心啊，他真的手上没米富集的时候拿着你的照片去卖钱，知道吧？你们可小点心，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嘞，这个可能性是极大极大的哦，好不好？我刚才忘记跟你说这句话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曲曲。哎，你说。能听见吗？听得到，你说。那个我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以前就属于特别单纯的那种，然后就是你说的那种会反向操作，就是你心里想的，然后和实际表达出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我抓紧问一下我的问题吧，就是我现在我是围城内的，然后我们结婚有10年，然后现在有一个娃，明年上小学。我们之前就是同事。然后认识1年结婚，然后我大概的基本盘是我现在已经34了，然后是本科，年收入现在30，然后我大概现米的话是10个，然后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资产，有2个房1个车，然后不算现米的话，大概加起来有170、80吧。然后这个共同资产里边，然后我出的大头多点儿，然后这个男方是比我大3岁，他是那个。就是棒子国的那个工科硕士，现在年收入是20，然后我们俩的家庭背景呢，就是我是超一线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家庭也没有特别多的资产，就是父母的一套房，大概也就是170、80这个样子。然后男方是2、3线城市，资产就是他们家的资产大概是有3套房子，加起来差不多值个400多个吧。然后有1套房是在他的名下，但是婚前购买的。然后这个男方靠自己的这个学历嘛，已经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超一线城市已经落户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比较不满的一点的话，就是他的就是挣钱能力稍微差一点嘛，就是他我30，他20，他比我挣钱能力稍微差一点，然后现在养孩子带孩子我就压力特别大，然后特别累，然后我最近就是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就是前一段时间特别想跟他扯证然后这个但是呢就是唯一让我比较犹豫的就是这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身高长相啊，就是学历啊人品啊什么的，他也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这个爱好，什么抽烟啊赌博啊这些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太多花花肠子，唯一可能我不太喜欢的就是他总打游戏，然后呢他也就是但是因为现在有孩子之后，我觉得我就彻底打开了我对这个金钱渴望的这种开关。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养孩子特别的费钱，尤其是你。哎，我听不见呢。Hello。现在能听见吗？可能有的时候信号不好会断一点点。接着说。反正就是我就是现在觉得在一起有点就是鸡肋，就是说过得特别好也没有，然后这个人说有特别差的点让我起跳去离婚也没有，不要违规啊！但是我就是特别累，不要违规。然后我就是特别累，哎呀，录完了吗？就前段时间让我比较那个就是扎心的事情就是，他说了，然后那个啥，后来我说10年了，我说那你送我一个那个就是几个 W 的这种包吧，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也有那个经济的压力嘛。他说即便我是有这个钱，我可能也不会去给你买这个包，但是。虽然我也能明白，因为我们2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家庭过日子的，但是就觉得特别的扎心，然后可能我最近情绪也不是特别好。说完了吗？对，就是我想决定一下你的这个建议嘛。你有下家了吗？现在？我现在是认识一个男嘉宾，但是我现在跟他，就是只见过3面，然后他是这个基金行业的，然后我现在只能确定他是一个就是单偶的，他是离异状态，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不想结婚，然后给你花米了吗？给你花米了吗？没有。没给你花米就别扯淡，别扯闲淡啊！你现在呢？属于是被外部的光环跟羽毛所迷惑了，你以为你能够得到更好的，但实际上当这个男的跟你说出我不想结婚这个话的时候，就说明他压根就看不上你。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这些外部的因素，然后就想要从内部首先去瓦解自己现今的关系，
这是根本就不合理的。你现今的婚姻关系再怎么不好，你可以放着。你想要挣米，你就去挣；你想要更好的生活，你就去追求。甚至于，你说我不满了，我想找个什么男嘉宾这个那个的，你可以尝试。但是如果你没有抓到一个更稳妥的线，你不要现在糊里糊涂的想着什么是去放弃现在这条线，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啊。你的是也是，就是说，我想判断一下这个男嘉宾他是不是能够给我花米的。你让他花呀，你不要这样判断，你要开口，你开口，人家会不会做，这个很重要，你不要想象，知道吧？就是我有跟他说过，就是因为我是围城内，他也知道，然后他也就是见过之后，他有说他想跟我10点半，然后我说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白嫖的，然后他是小姐，我再说一遍，不要违规啊！你违规4次了。sorry， 白批，对不起。然后呢？因为我跟他见面的时间就是只见过3次嘛，然后他是那种特别忙，然后每天加班到特别晚，就是11、12点这种，然后周末也特别宅，就是会在家里，就是可能也不会出去，就会在家里休息，是这种情况，或者周末也会加班。总之，他是一个特别忙的状态，说明他有稳定的女嘉宾，而且说明他压根儿也没把你当做一个什么所谓的长择对象，对吧？人家也不傻，人家条件也不差，也知道你的情况，他没有必要一上来把你这么一个情况的人看得很重要。他什么这个忙那个忙嘛，从早忙到晚，那么从工作日忙到周末，这种的话他不是忙，他大概率呢是有稳定的女嘉宾，所以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拿出来去对一个他觉得没太所谓的这么一个人。那你觉得我还有必要见他吗？或者是跟他继续在地球上聊？你的目的在于这个，所以你如果想要，那么你得开口。如果你开口达不成，你就赶紧 pass。好吧，不要悬着一个胡萝卜在这里影响自己的心态，影响自己的主线关系。就是倒是不会影响我主线关系。关于我主线关系，就是我还有一点想法，就是他婚前，有一套那个房子嘛，然后我们共同买的这个房子是有贷款的。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他提过，我想让他把那套房卖掉，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借米还掉，这样经济压力就不算太大。但是就是我之前都没有说动过。我告诉你啊，你找的这个男的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阶层，包括你自己也是，懂吗？对，本身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对于自己的米都是捍卫的非常非常的死的，而且你有二心，你有想要出围的想法，对方是可以从你身上闻到这个味儿的。你们给了对方这种不安全感，还想让对方把自己的婚前财产变成婚后财产，这个事情他是达不成的，因为本身来讲他的那个戒备线就没有被打掉过。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你让他把他自己的一副身家都搭进来，他自己是没有动力推动自己做这个选择的，因为他从你这里也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安全感，说你能够跟我一直往下走下去。好，明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谢谢。你看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很多女生啊，就在这个点上糊的不行，就是什么呢？她只要在外面可能遇到了一些看起来金光闪闪的孔雀男，对不对？她马上就会拿着外面这个男的去横向对比自己家里的。问题在于，这个金光闪闪的孔雀男，他会找你当老婆吗？你跟他的价值有匹配到这个位置上吗？人家之所以来勾搭你，本身就是因为他认为你不用负责任。他如果觉得你是一个要负责任的女的，他还来勾搭你吗？对不对？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很多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只有处在一个三角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他才有存在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可能。
如果他想把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变成两点关系，他就会发现他做不到了。为什么？正是因为你处在这样一个架构里的时候，那个人他才会看得上你。你不处在一个这样的架构里，那个人理都不会理你。他找两点关系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找你，他看都不会看你一眼。一个人对于自己玩的对象和对自己长期玩的对象和对自己换米的对象和对自己要找回去当结婚的对象，它是一个评判体系吗？它是一个评判体系吗？完全不是一个评判体系，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能因为好像自己是不是吸引到了这样的感觉高维的这种人，就觉得自己能匹配这样高维的人。高维的人打算盘的能力比你们强10000倍，要不然他没有办法比你更高维，他会算得很，你以为他傻呀？而且像你们一上来什么他知道我是围内的，他知道你是围内的，他还心想你要找我这个单身，你不给我花点，对不对？又给我进了一笔。我跟你讲，不是男的向下不向下向上的问题，凡事最终讲的都叫3个字：性价比，对不对？所有的人选择关系，选择一个人，他的投入，他怎么衡量？他一定叫3个字：性价比，对吧？爱马仕，我就是付出爱马仕的价格；帆布，那个大熊猫市场，我就是付出大熊猫市场的价格。我绝无可能拿买爱马仕的价格去买一个大熊猫市场的产品。凡事中间讲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对不对？为什么爱马仕能够那么高的溢价？它有很多层面，光环，对吧？身份地位体现，匹配度，所有的东西，质感，对吧？稀缺程度，难以得到的程度，它全部都是一些衡量因素呀，对吧？大家都是包，为什么它的价格就这样的，你的价格就那样的呢？大家都是女人，每一个女人都能嫁入豪门吗？她对于那个城堡里的公主跟那个洗头发的那个小妹妹是一个衡量体系吗？她不是啊。但是呢，也不是说他找过那个公主，他找了那个城堡里的公主，他就不去找那个洗头小妹，对不对？对不对？他找了城堡里的公主，他也有可能去看你那个洗头小妹，是有可能的。但是身份定位他放得很清晰，放得很准确，且他心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衡量指标，价值衡量指标，对吧？你不要指望他拿着那个找公主的那种付出对待那个洗头小妹，这个是不现实的，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们是游击直播，大家习惯一下啊，把我的直播间分享一下给你们的小伙伴，好不好？点一下分享啊，让大家能够快点找到我。游击战直播，看看今天要被关几次。有没有可能喜欢洗头妹不喜欢公主？你觉得呢？开启自欺欺人模式是吧 Hello 曲曲 Hello 你好，非常喜欢你。然后我说一下我今天的问题。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的基本盘是今年28岁，然后在国企1线城市，身高169，长相7到8分。然后男嘉宾这边是通过朋友介绍的，然后以男女朋友为前提相处的，然后比我大20岁吧，未婚，大苹果，收入不清楚，然后只吃过饭，见面3次呢，我就问他借米了，然后借的是25W，用于家里急用，
然后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账户给我打米，是找了一个他的弟弟给我私下转的。本来说2个月呢左右还他，因资金周转不开，然后9月份时候我见他吃饭的时候，暂时先还给他了10W，加上一个小礼物，是一个 H 家的领带。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中意我的。然后还这10W的时候呢，但是他蜻蜓点水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那个没事不着急，可以先用。然后我就说用这么久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先还您10W，然后剩余15的 W 需要再融扣。然后他也可能没太接话，我觉得他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是表达感情特别害羞，你知道吧？然后之后呢，他有一天就突然微信我说还比较喜欢我，想进为内。但是知道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说他有他的优势呀，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我解心宽了什么的。要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帮我解心宽。然后他就回我微信说很愿意为我效劳，然后这个话题呢就没往下再聊。我的问题是，第一，我如果和他在一起的话，就是找了个爹爹，对吧？这样的话，我需要怎么让他就直接给我买房或者买车，或者说怎么能下米会更好？还是说先下米会更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下次如果吃饭的情况下，我可以再说我需要用30W 或50W 吗？看他还想不想为我付出，在我身上先花米。如果成为男女朋友，剩下15W 我怎么处理呢？第三个是不是因为是大苹果Control 监控他们的卡不能有大额出入，才用他下面弟弟的账号给我转的，然后留了一手呢？这3个问题曲，谢谢。是这样的啊，你要是说希望他以就是付出为前提，然后呢才能开启这段关系，前面呢他问你喜不喜欢他呀，或者说你想要什么干嘛这个那个的，你就直接说，我前面没有想过去进入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呢我确确实实也觉得，那你今天跟我提了这个话呢，我再想一想，我确确实实也觉得你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让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男人。你说但是呢我也说实话，如果让我进入一个这样的关系，我肯定是需要一些基础的一些安全感的。你说否则的话，你说我去进入一段这样的关系，于我自己而言，我是过不了自己的心理门槛的。就是说这样的话，像这种苹果呢，没有一个听不懂这种话的。好，他都能听得懂，他听得懂，你让他自己去抛，看他自己愿意抛什么。但是呢，我一向都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不谈借，二不谈改。我但凡是借的东西，每一分我一定要还。懂。如果你要追求我或者干嘛，我们从零开始，你可以再来付出，再来看你要给我什么都可以。而且是你来主动跟我说啊，我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对吧？那么我还是会选择该还的，我还是要还。我不会，就是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一码归一码。你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你想追求我，你追求的这个付出是你追求的付出，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什么借米的这种往来，我不会给你留这种画饼。好，懂了。然后你说的他什么最后那个问题，这种问题就不用问，就是问的很无聊，知道吧？他一个这样的身份的人，他给你也有这种支出，他肯定是要走别人的账的。好，那我懂了，曲曲。还有问题吗？那就是让他先开口，然后我剩余借的15万，我就是借，就应该还的。对的，付出归付出。我还他之后，如果他还表达出这种意愿的情况下，那我就像您说的一样，然后看他后续怎么付出呗。对的。好嘞，了解。好吧，谢谢。好，就这样。拜拜。我跟大家说过了的，对吧？我们不谈借，我们只谈什么呢？支持，是吧？赞助、帮助，对不对？我们说，那你要不要支持一下我？那你要不要赞助一下我？那你要不要帮助一下我？都是用这样的词。我们是不谈借的。如果谈了借就是借，明白吗？
有借就一定要有还。我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老是说吧，道义有道，对不对？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则，我们呢是不会去破坏规则的。任何事情我们讲的一定叫做一个双方达成共识，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让你心甘情愿的、舒舒服服的把这些事儿干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段关系开启的前提。如果不行，我不会强求，因为我们还是可以随时退回到朋友的关系里头，退回到大哥小妹的关系里头，对吧？退回到甲方乙方、领导下属，我们随时随地可以退回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点分得很清。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一旦拿出来了，还有没有往回要的。你知道你不会往回要，这个事它才成立。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你还得往回要，那么这个就不达成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前提条件，懂了吗？我们绝对不能用那种骗来骗去的那一套，知道吧？那很 low， 特别的低端，而且呢会给自己埋下很多的隐患。不要做这种给自己埋下隐患的行为。你毕竟你还得在这片土壤上生活下去呢，对不对？你搞了这么多隐患，你往哪跑呢？你是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哼哈10点半公共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1v1，你们一样的呀，直接去粉丝群。Hello， 你好。嘿，你好，是我吗？对的，你说。你好，曲曲。我是想要咨询，就是正常的婚恋，是在一起就是稳定的唯一的关系4、5年了之后，怎么推进到围城？我的基本盘就是33周岁，美国 Top 20本科，目前是在创业，年收入税后的话是80到100，资产是1500这样，颜值6到7分。男方的情况就是40周岁，是外籍的，跨国500强企业的高管，年收入税后大概300到400，资产也是1500，身高180加，颜值6到7分。然后我们认识在一起已经快5年了。平时就是在聊天啊、共鸣啊、三观、兴趣爱好以及10点半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和谐的。然后呢，因为我是非常明确我想要进维跟有求者的，然后我们俩年纪都不小的，所以我这几年就是没有少试图去推进去围城这个事儿。他的态度呢，就是他知道他最终是要进围城和有求求的，也非常爱我，但他心理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走进围城，但他又不想跟我分开。然后我总结了一下他这些年跟我说过的没准备好的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他上一段感情，就是谈了8年，有住一块儿，并且是约定围城了，但是因为女生 CG 了，所以分得特别难看。然后因为国外是承认这个事实围城的，所以他当时还被分走了100家这样，这个事情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阴影，然后他有点恐围城。第二个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派人员，然后工作地点以及能在国内留多久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然后我表示呢，如果我们是一个 team 的话，我是愿意跟他走的。他说这个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他也要考虑我如果放弃国内的一切，去一个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不确定会不会过得开心。他不确定我能不能过得开心，他能不能承担得起我过得不开心的后果。第3个原因是因为前几年的这个口罩的关系嘛，就是他作为一个外籍在国内是一个不死的状态，然后他2年前又检查出来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在做手术什么的，就是整个对他打击比较大。他觉得前几年他整个状态不是在一个就是说状态的一个状态来思考，就是说进围城这个事儿。然后目前的情况是，几个月前呢，他给了我一个口头承诺，就是说这个圣诞呢跟他回国去见家长，如果实现不了就分开，如果实现了的话，明年夏天就进市正入围城。然后结果呢，就是上2周他爸爸突然就是也检查出来了一个特别就是严重的一个病，目前是在等手术。然后我现在就是心理上特别同情他，但是我又自私的就是开始隐隐不安，就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预期的发展。那我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推进。你多大？
我33。你们2个人10点半有措施吗？有，一直都有。是他比较强硬的要求这样子，还是说怎么样？是他明确的指出，他的家庭比较传统，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在围城前就有球球这个事儿，就是顺序得对。然后因为人家都这么说了，我就觉得没有自己必要自找没趣，所以我就是很强硬的，必须要措施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白了，如果这个人啊，如果他的背景是真的干净的，如果他真的没有奇奇怪怪的关系的情况下，你们这个情况肯定是带球去进围比较稳妥，比较能够实现你想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们2个人都已经这么莫名的谈恋爱谈了5年了，这个事儿一直在卡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他的心理层面上能够成立，然后推动你们进围城关系的。除非他现在卧床3个月起不了，你在旁边照顾3个月，也许他稍微弄一点点。除此之外，他很难有什么东西成为他的这个动因。但是他已经明确表示了，就是这个是不行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在这个关系里永远都是悬而未决的。你想要通过2个人怎么商量、探讨什么这个那个的解决，基本上不太现实。那除了这个带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实现。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说了，除非你们当中，比如说我说了嘛，他有重大的问题，然后躺了3个月，然后你还在旁边不离不弃的照顾，有可能让他觉得心有愧疚，干这么个事儿。否则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太大的。那您觉得就是他这个推进不了的，就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爱自由，说白了就是所有的围城关系推进不了，然后又能长期在一块的，说到底都是这个原因。说到底都是他认为自己的这种情况条件没有说一定找一个人去跟他捆绑的必要性。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还有就是因为我就是光这几年吧，就已经遇到2次了，一次是他自己，然后现在是他父亲哈，就是都是这个重大的这个毛病。然后呢，他平时确实工作又是很忙到没空睡觉的这种，虽然都是事实哈，就是经常会导致我道德上觉得我这时候去讲我要达到的目的，就显得非常不善解人意嘛。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应该如何去沟通？就是人家有一些很不可避免的理由，那我应该如何去沟通和处理，去争取我想要的结果？你永远要把你的诉求放在第一位，你不能因为对方有什么事件的波动或者怎么样，你就把自己的诉求往后拖，这个是不合理的。你该要提什么的时候还是要提什么，知道吧？你像现在这次，任何时候任何的时间卡点上，你都要把你自己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只是说我们要想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把它表达出来而已，而不是在于表达与不表达。表达是必须的，开口是必须的，我们唯一需要调整的是态度，不是说与不说。所以说任何时候像发生这种事，你比如说你像他爹什么这个那，你这种时候你还要聊，你就说你看你不能让你家里人也这么一直担心你啊，对不对？大家都年纪挺大的了，我们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也往后再走婚恋，对吧？尽快的有个球干嘛的，我觉得也能够让你的家人更放心更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我们不能永远照着自己的理由，占着自己的这种私欲去想问题啊，对不对？我们也要为家人多想一想啊，他们也希望看到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总而言之，就是任何时间节点上，我都要把我的诉求抛出来。我只是说想个办法，怎么抛出来显得好像是跟你站在一个利益团体的。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呢，我们就是提到，他提到不是因为上一段感情8年的那个就是经历的人财两失嘛，然后他就是很有戒备心，然后他就是说想要签围城前协议。可以啊，这一定是他的诉求。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准备想跟你讲的点。我本来想跟你说，如果你能带得上球就带完了，他还有顾虑，你就跟他说，我跟你签围城协议，知道吧？这个本来是我想跟你说的一个点，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很清晰的体现出了这个状态。但是我就是其实我有表明我的态度，就是说我 OK 的，就是围城前的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不要你的。然后如果我们决定进入这个围城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嘛。那我作为女性在带球上是有绝对价值的，我是不能接受围城后也是就是 AA 的。我跟你说，不是说为 AA， 你们现在是 AA 吗？
不是 A， 就是大钱都是他花。对呀，对呀。所以说，本质上来讲，你不要贪的太多。首先是怎么先达成我的目的先，我达成了我的目的，后面我再慢慢跟你磨。因为你就算现在说白了，你跟他说了1、2、3、4、5，我这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我只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那的，你只会让他想着那就再等等，那就再等等。你永远实际上都是在让他不停的竖起这个高墙，然后不完成你的目的。你的第一目的首先是进围，然后你才有资格谈所谓的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这个的问题、那个的问题，否则你都没有资格。说白了，现在是你急于想要嫁给别人，不是别人急于想要娶你。对，就是咱们先要把这个第一步进围城这个事儿先搞定。对呀，什么东西都可以假性迎合对方需求啊，你围进了吗？或者是有求了吗？我在慢慢的播了，慢慢的搞了，就是这样啊。因为说白了，我都跟你在一起5年了，我让你现在跟他分，你分吗？我说这种话等于白说，你心里清楚的很，你不愿意撒手。既然你不愿意撒手，你还谈什么条件呢？那比如说他这个圣诞，我们最好当然是圣诞这个事情实现了，就一步步下去。如果说又被推迟了，我是该就是走开呢？我告诉你，还是你要走，你就不能回头。你要走，你就要等着别人来求你复合，等着别人以结婚为前提来求你复合。如果你要走，你先想明白这件事儿，你别自己又哈哈的又跑回去找人家，那你就彻底搞不成了，好吧？好，行，明白了。那还有时间是吗？我想再问一个，就是就是如果说就是后面进行下去哈，然后真的谈这个婚前围城前协议了，就是说您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有基于我们的情况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我能开口要多少？哎呦，一切以对方的条件为优先，你没有资格谈判，你还没懂吗？我只要这个围城关系，别的条件我不谈，都同意他的。OK， 好。好，谢谢。就这样，拜拜。我告诉你们，任何时候首先看明白我筹码，对不对？谁的需求大，谁的筹码多？现在是我的需求大，我的筹码少，对吧？现在我搭嘛，我带入这个女生嘛，我的需求大，我的筹码少，这个时候我还有谈判权吗？没有谈判权。这种时候一定是假性迎合对方需求。欢迎好哥，好久不见，对不对？我首先是你说什么我都好，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说什么我都 OK。为什么？因为我离不开，我不想走，我撒不了手，对吧？我的沉没成本太多了，我耗了5年了，我33了，34了，我现在马上再走，我也找不到条件比他好的，我要爱他，对不对？现在就是我拼了命的想搞定这个人嘛，不是？既然我拼了命的想搞定这个人，既然现在我爱他的程度远远大于他爱我的程度，既然现在我想嫁给他的这种心意远远的覆盖了他想娶我的心意，怎么办？先想尽一切办法结了再说，对不对？你只有把你的身份做正了，对吧？他才有可能慢慢的按照你的想法觉得，哎，这女孩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这个男的一直都是付出大头的，对不对？他5年了，他都在付出大头，他怎么可能说因为跟你结了个婚，他突然他就咔的不付出了？这不符合他的行为惯性，对吧？他无非也就是说，他不希望自己的财产的大额受到损失。但是从他的支出情况上来说，他还是能够覆盖更多的支出的，否则你压根就不会想着跟他结这个婚，他总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对吧？他是一个有付出意识的人。但是很简单，我跟你们讲一个人他能够承担更多的经济开支，不代表他愿意去跟你 share 他的财产，这是完全2个概念，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一定要花我心里有数的米，我不能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可控，变得无度，对吧？我现在我想着我1年挣200万，我可以1年给你花50万，甚至是花100万。但是万一未来我有一天一年挣1000万呢？1年挣2000万的，怎么着呢？然后因为你是跟我的夫妻关系，我就要分你
500万、1000万，我自己心里我下不了这个决心的，知道吧？因为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事业竞争力，我能感受到我未来这个版图的扩大，我只愿意在你身上投入这么多。未来如果我挣的更多，我能略微的再给你投入更多，但是我不能变成这个事儿变成了我的财产的一种割裂，我未来潜质的一种割裂，我接受不了，我心里这个账我就算不过来，对吧？谢谢清风，谢谢清风的华子，是不是这个道理？任何时候我们一定是从人性底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从人性底层的角度上考虑，说白了，大家都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的归属权的，否则为什么我们要讲求门当户对呢？他在这个地方卡壳，到底卡的是什么呢？说到底卡的就是这个，对不对？你还想着，哎，我只能接受婚前的不分你的，婚后的我要分你的，你这话一说，马上他开始打退堂鼓，那你还搞个毛线呢，对吧？只要他前面不是个抠搜人，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知道吧？慢慢搞，慢慢来，慌什么呢？就慢慢磨，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大家不要空等连麦啊，连麦都是提前预约了的，你们在这里空等是等不到的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到我了是吗？哎，你说。啊，好的，我现在有2个问题，一个是个人发展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感问题。我先说个人发展问题吧。我目前是00年的，外贸综合7到8分，家庭资产是1000左右，在国外读本，明年毕业准备留在国外。目前是医疗专业的，在国外发展属于前景比较好，然后毕业能留下，不过工资比较稳定，换算成人民币应该是25到30左右。然后副业是博主，目前收入在8到10一年，但是这个是逐年递增的。然后一些其他的收入，包括家里给的，差不多在40到50个这个样子，不过这部分没有上升空间。然后也有考虑过回国发展，但是不知道哪个方向比较好，然后也不太知道就是毕业之后成长路径是什么，因为想寻求一个资产上的突破，但是感觉现在突破的空间太小。资产突破？对，就是觉得我当时选这个专业是为了拿到就是身份嘛，但是如果等到拿到之后呢，我的目标可能就是资产积累，但是我这个行业肯定是不能给我带来大额资产财富的，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成长比较好。其实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话呢，我也跟所有直播间的姑娘们说，资产的量级的突破与跃迁是永远不可能靠打工实现的。这个打工啊，它很难让你实现真正的资产量级的绝对跃迁，尤其是你们这种专业，你们这种行业，知道吗？只有一种打工人可以实现资产量级的跃升，就是那种可以分红的打工人，明白吗？这达到合伙人级别的打工人，只有这种打工人，他有可能真正的实现财产量级的跃升，否则的话，资产跃升只能通过2个路径来实现。第一个路径叫做生意，第2个路径叫结婚，没有第3个路径，不可能靠。你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呀，在一个地方是吧，做这种什么这种类型的工作，它是不太现实的，把你推到那个财富量级上，这是不现实的一个东西。你永远要想的是，我能不能去做一个生意，或者我能不能去跟人家合个伙，对吧？成为这个里边的合伙人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分红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我能不能做一个销售概念，因为销售其实就是分红概念，因为它是拿佣金的嘛。或者我要通过婚恋，就是这些线，它是能够让你想象得到，我也许能达到所谓的阶层跃升的。你光靠你说的这种什么，我找一个什么工作，从事一个什么职业，这是很不现实的事情。但您觉得我如果毕业拿到了身份之后，还有必要就是继续这个工作吗？因为这个工作就是有一点小光环，但是我告诉你啊，资产肯定不能多很多。工作，我告诉你了，我刚刚已经把大
大思路、大方向告诉你了。你可以做这个行业，但是你要在这个行业里边去找那些能够拿到佣金的工作，有可能拿到股权的工作，明白吗？而不是那种一辈子都只是拿工资的工作，这种工作是无法达成财富量级的跃升的。好的，我了解了，我懂了。行，然后下一个就是婚恋问题。我有2个男嘉宾，第一个是之前偶然有认识一位大佬，然后因为可能踩在他审美点上了，所以他也比较大方，见面就付出了10个。然后不过后期因为我当时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也没有再见面。不过对方提出了2、3次的旅游邀约，就都被我委婉拒绝掉了。最后说本来是要去上海，然后我答应了，但是因为他当时就是没有准备就是我的机票什么的，然后我就有点反悔了。反悔之后，他当时是一个比较低昂的状态，因为我终于答应了。后来就是因为我反悔了之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太高兴，然后2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暗地的摩擦。然后后来1年之间，他也就是偶然有联系。然后最近他知道了我某音之后呢，就是有加我，然后连续找我聊了就是1个多月的天，就是每天他都在主动找我聊，然后我也相应的提供了情绪价值。不过在此之间他就没有就是任何的付出了。然后中间我有提及过有一个小假期之类的，但是他也没有说主动要我回去。他就觉得说如果你要回来就可以顺道一起见个面，如果你不回来就是我也不会说邀请你回来这个样子。就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联系。有啥必要啊？没必要啊。不是你上一次答应别人邀约的时候，你有跟他说让他帮你买机票吗？我当时的时候以为我当时以为他会给我买，然后我就没说。然后当时快要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没买，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就是说你没给我就是任何信息什么的，说我也可以给你买，但是属于就是这种有带了一点就是不太高兴的一个意思。他可能觉得我这种东西我可以自己负责吧什么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其实拒绝你2、3次了，怕这个人家就会觉得这次就不想再付出了，只不过就是觉得可能段位太低，好吧，段位太低，我就建议你未来再找其他的机会。段位太低了，知道吗？或者你可以来1v1，这个男生是有抢救空间的。这个男生有抢救空间，但是呢，他需要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给他植入这种东西，然后一点一点的，然后让他自己再去做这个行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可以1v1，可以1v1试试，但因为总体来讲，其实还是你自己段位太低了。这种东西是什么？说白了是人家当初跟你说要你去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去，你马上就说那你要帮我订头等舱的机票，我才愿意去。懂吗？这个话是这么跟的。当时就是没开得了口，当时所以我说了嘛，所有他落脚点都是因为你还是段位低了，懂吗？因为这种动作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它是一个不用过脑子的动作，不是像你们是要经历无数的精神内耗，还不知道这事儿该说不该说，怎么看，没有的。在我们的这个团队老师来讲的话，就这种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像吃饭一样的动作，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段位太低了，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抢救一下，但是呢，就是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尽量，因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一个好标的被你们玩坏了，还不如重新搞个新标的。只是说呢，从这个老的身上呢，你可以1v1，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1v1看这个抢救过程啊，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知道吧？好的。然后第2个男嘉宾就是我现在的现在男嘉宾，他是98年的，比我大不多，然后家庭资产几乎没有，个人年收入是40到70，一年不稳定，因为近几年行情不好。你说的这个40到70是什么单位啊？他是属于就是做房产单位。不是人民币吗？对，人民币，他是在国内的。然后相处了有3年半，然后总付出大概在130个左右，然后现米大概在60个左右。然后今年3月份我本来是要回国放假的，然后他突然冷淡，就是想要分开，然后理由是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当时家里面是有100个左右的现米在他手里的，就是在他的公司里面，就是做一个短期的投资。然后当时我3月份要回去，那个米5月份到期，然后他当时撒了很多个谎，意图把这个米独有，就是不想给了，想回血。然后我当时为了稳住他，我就用各种方式哄，然后就哄回来了，米也顺利到我手里了。所以因此就没有断联，但是我跟他就是肯定2个人就是不能走到围城那个地步了。他现在是每个月可能给1个 W 左右，然后在我这边生活补贴一点。然后我现在是想分开，但是不知道如何提出，是冷淡慢慢就是断掉，还是说我找个理由起跳分开？你是在国外对吧？是，对，直接拉黑删除结束。但是我又怕这样的话，他就会起诉什么的，说我可能会要回不会的之间的，不会的，他诉不了你，你人在国外，他这个事儿操作不好，好吧？对，我家里人就是比较担心这一点，直接拉黑删除结束啊！我不要多废话，好不好？好的，谢谢曲曲，那我没有问题了。好，就这样，好的，拜拜。多么的简单的事，在你们这儿都变得无比复杂。那跨着国呢，还在那想这，跨着国呢，你还怕他找你要？让他要呗，你让他要吧，啊，让他请几个国际律师打跨国官司，这恨不得你100个都要给你扣下的人，他还舍得打个跨国官司啊？他打了他也要不回去。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我在跟他说，我说就应该人家邀约你去玩的时候，你就说你给我买头等舱机票，我就去。这个抠一个我们的知识点出来，好不好？什么大于什么大于什么？来，大家抠我们的一个知识点，抠我们的一个知识点，什么大于什么大于什么？来，老粉把新粉们带一带，什么大于什么大于什么？哎呦我的妈！这你看这个有容，你看你粉丝牌都答错了，稀巴烂的。来，什么大于什么大于什么？好，很多答对了的，这洛克什么菲利尔啊，对吧？哎呀，怎么这么多人说会？所以我说让你们天天听，把个浆糊脑子就这么6个词儿。还找不到顺序的，不喝气泡水，1颗小樱桃，这都答对了的是吧？对的，这个叫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对吧？一定要在对方抛出这个点的时候，马上我们的态度就要跟上，这个就叫最好时机的最好态度，对不对？我这个话很费劲吗？我问你，我用的这个话术很高级吗？高级吗？我有跟你长篇大论吗？是吧？哎呀，那你要让我去的话，你要付出诚意呀，你不能光嘴巴说呀。那我要去一趟的话，我也不容易，我还要耽误我的学业，耽误我的工作呀。那我过去陪你几天的话，那我还要跟我的老师请假，我还不能让我父母知道，我需要吗？我需要这么复杂的话术来完成这件事情吗？不需要，对吧？所以我讲叫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最好的时机就是对方抛出这件事的时候，他兴奋，这个是最佳时机。所以在这个点位上1分都不要犹豫，马上就把你的诉求抛出来。你们的问题就是在于在最佳时机点上的时候，完了开始害怕，哎呀，开始犯怂，开始想站着要，开始又卑又亢，开始既要又要，又当又立。哎，好，马上引发的是什么？时机过了，对不对？越想越等越觉得这个事儿开不了口，是不是这个问题？对吧？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最好时机，哎呀，我忍一手，万一他先说了呢？万一他主动了呢？我就不用开这个口了呀，我就不用先低姿态了呀，对不对？然后你就等
等个1天3天5天，结果发现哦聊别的去了，这压根聊不到这儿来。临近那个要买票的时间了，心里还在想，哎呀，他到底是他给不给我买票啊？他到底给不给我弄啊？越想越开不了口，对不对？你又找不到气口了呀，是不是找不到气口了？所以说你马上一拖，最后又变成什么了？人家说你怎么还不来？你说啊，那你都没有给我订机票 ，low 不 low？low 不 low？ 是不是越等越 low？ 这种事情就越等越 low。在对方提出这个邀约的那一瞬间，在对方最嗨、最上头的那一个瞬间，立刻马上把你们的诉求抛出来，对吧？这个时候就叫最佳时机。只要这个时间抓住了，你不用什么高大上的话术，一句话解决问题，这个诉求就非常容易达成。你们在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做生意的时候也是这样，成交客户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有没有做销售工作的，做客户成交的，是不是这样？也是一样的，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在客户对这个东西最感兴趣的时候，马上把你的诉求提出来，给他1、2、3、4、5，他就容易买这个单呢。你到后面越等越不好意思说，越等越不好意思说，我让他买不？我这个价格我再咋说合适呀？我要不要再跟他打个折呀？他会不会跟别人比呀？是不是这个毛病？全部都是这个毛病，对吧？所以我们讲的很多东西，你们要把它吃透了的话，你们会发现在你们的人际关系跟你们的交易关系当中会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明白吧？高段位的人他不是最会说话的人，高段位的人他是最会找时机的人，你明白？时间找对了，任何时候我都能达成目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的 class 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有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关关没连我，关关没连我，人家怎么可能机票买不起呢？前面花了10个 W 了，面都没见，他怎么可能不买呢？这是绝无可能性的，就这种诉求，这都不叫诉求，懂吗？这种诉求都不叫诉求。要是我啊，我跟你们说，我们这里啊，如果这个姑娘是在我们这1v1的，绝对这个事儿的流程是什么？这个男的一说来玩，马上就。那你得有点诚意，不光要给我订好头等舱的机票，还要给我准备好见面礼。要是我下了飞机以后看不到我喜欢的见面礼，我掉头就走，知道吧？是这样的，我们是一口气把我后面要的全部说完，我还等什么？等的黄瓜菜都凉了。Hello， 你好。哎，你好。哎，你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问题是我跟现在这个合不合适？这个男生呢是围城外的，我也是围城外的，然后就正常恋爱关系。其实就是我个人情况，我先说一下，我自己33岁，然后。在1线城市，自己现在创业，年收入的话，从去年创业，然后年收入大概在100W 左右，公司的运转还算比较顺利。然后我自己其实之前有过围城，然后有一个宝宝，然后女宝，然后但是不跟我一起生活，就我一个人在1线城市。然后对方的男生的条件是比我大10岁左右吧，然后他自己是现在是香港身份，然后在全球最好的学校上过学，然后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然后是中国区合伙人，然后年薪大概在500到800之间，然后这是他的条件。然后后来我其实前面有一段感情分开之后，其实很快我就跟他在一起，但是我跟他在一起
时候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希望有一个仪式，然后希望有个礼物，然后他当时是没有答应，就是也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然后在隔了1天之后给我发信息，就说可以，我觉得你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送你一个礼物的，然后。就在第3天的时候，我们就去吃完饭，然后买了一个礼物大概在5点几 W 左右。然后他也很也没有一点犹豫就刷了。然后后来出去玩的过程中，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玩的出差，然后顺便玩的过程中也送了一个5W 的包，就10W，就大概1个月的时间。那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相对比较大方的人，但是后来。然后我在跟他沟通中发现，就跟他就是聊天中，我发现他生活中其实是他自己是一个特别不大方的人，然后就对别人，就他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打烟给别人，就是生活中他也是他的钱包也是用的非常非常久了，也依旧没有换的那种人，就是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就是后来过节的时候。然后我问他要个礼物，然后他就说不行，因为他说他觉得最近整个就是国际经济不好，然后他现在压力很大，因为他公司已经4次裁员，虽然他不会被裁掉，但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然后，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大方还是小气，因为后来我在问他要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都非常非常的慎重。就比如说我跟他说，天冷了要一件衣服，然后他说 OK 没问题，但是他会犹豫几天，然后才可能再给我买衣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想要的是正常的婚恋关系。那我的正常婚恋关系，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大概2-3个月的左右，但是从总金额来说，总金额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是正常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后来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越来越小气，然后会非常非常慎重。上次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手机上跟很多女孩子有聊天，然后还跟他前女友转账。这个事情是我发现他转了2.5W，然后我就非常平静的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我完全无法接受。然后他说这个是因为他的性格，因为他不能。他对别人特别有怜悯之心，觉得他前女朋友特别的可怜，然后没有钱，然后他还给他一个隔壁部门的下属每个月转5K 的钱，因为那个他没有生活费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一遭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其实他工作是一个非常忙的人，但是经常出差，然后他就说，但是其实我控制不了他去哪里什么，他只是跟我说，而且我也不想控制他，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蛮乱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分开吧，因为我觉得这种生活我也不喜欢。然后他就有一次出差去了另外地方，然后他几个朋友，就是他们有投资一家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就跟他说好像是跟他说觉得我是合适的，因为我是一个创业型的人，而且非常努力的工作，他觉得他回来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们要在一起，因为我朋友跟我说你是一个我后半生的希望，因为我现在虽然职位这工资还可以，但是毕竟就是还是要找一个条件就是创业型的人，他觉得更有安全感什么的，所以他说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说那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那我现在第一个就是你的手机以后不能有这样的东西。然后他说他给他1个月的时间，就10月20号的时候10月15号左右吧，然后他就把这件事解决，以后手机完全对我公开。第二个事情，我说你给他2.5W，你要给我2.5W，要不然这个事情大家就不要聊了。然后他说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他现在每个月其实压力非常大，他光贷纽约、香港所有的房子的那个贷什么都要15W。然后同时投资公司每年每季度还要投钱，因为现在还没有盈利，所以他说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他就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就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讲的。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人适不适合因为我希望找到一个大方的人，两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两个人的钱都是放在一起，大家能感觉到彼此就是好像没有设防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了他的包里有那个晚上10点半之后吃的那个药然后他这方面是有一点问题的然后我也感觉到这个过程中我不是很舒服，然后所以我只有4分钟了但是好的。然后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跟他是否合适，我是否要，因为我想高价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对象是这样的，你开口闭口都在说自己是想找正常的婚恋对象的，但实际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捞。
是的，是的，我能感觉到，对吧因为我前面一个好，闭嘴，前面一别说话个那个，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啊！你没时间说话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很简单，自己的动作都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就不要评估对方是不是个好的人，知道吗？因为你们人不能活得太双标了。你的动作反复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不停的在薅，那对方又怎么会觉得你是真心想跟他走婚恋呢？你现在就是你给任何人的感觉，包括你给你自己的感觉，你都能感知到，对吧？哪有一个正常的婚恋关系2个月的时候，今天要个这，明天要个那，后天还让别人给你买件衣服，你自己1年100万的年薪你花哪呢？自己的米全部攒着，都花对方一个人的。本身你的行为模式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薅，就根本就不是想求婚恋的一个状态。你说要关系开始之前有诚意，人家的诚意已经做了，人家不是没做，那么后面你就不能再这个样子了呀。那你说如果说你好，那回到你说什么所谓的我想高价，好，那回到这个点上，那我觉得这个男的不一定能吻合你的那种经济指标的要求。他很清晰，他本来他自己是个高级打工人是吧？对，是的，他自己就是个高级打工人，他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他能够明显的感知到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事业的晋升能力啊比较弱，所以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其实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心态。你所谓的这个高价，可能在这个人身上，他没有办法达到你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量级。但是同时我们话说回来，你想要的量级，你能不能匹配得住？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要的量级你匹配不住，你这就是空想，就是没有意义。对，确实就是还有这个男的，他不叫抠，他很明确，他只是一个只愿意把米花在女人身上的人而已，他不是抠，他只是不喜欢把米花在那些莫名其妙的地方，但是呢，他的爱好其实是愿意把米花在女人身上的。而且这个男的呢，他大概率啊，他是个多偶属性，大概率是个多偶属性。那就是说，那是因为我的本身条件其实也就像你说的也没有那么好嘛，年纪也到这个年纪，所以我在想这个人其实我能接受多那个，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多喜欢他，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因为他身家其实有1个小目标左右吧。我告诉你，不用老是频繁的提物质条件，而是说真正到你们要走谈婚论嫁的那天，你把1、2、3、4、5提出来，对吧？你想要的什么安全感，你想要的这，你想要的那，哪怕你就是1000万的房产，写我的名字，这个那个，这个呢都叫合情合理的，或者说我要彩礼，我要钻戒，我要这个那个，这都是合情合理。但是在你们2个人恋爱的过程当中，他找你，他说的很清楚，他也是因为觉得你是在一个事业上升渠道这个轨道里头的，认为如果他的财富后面不强劲了，你能够补上来，这个是他的想法。他其实还想要一个有对等付出概念的人，这是他的诉求。如果你找这个人，那么你也要吻合他的这个诉求，要不然你们也推不到婚恋那一天。真正到了推婚恋的时候，你说你在经济上面有一定的要求，1、2、3、4、5，这都是合理的。明白。我感觉他好像就像你说的，我在过程中其实也有给他买礼物什么，但当然他买的更多啊。然后，但是我提诉求的时候，他虽然会思考，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大概率上都会同意70%、80%。不用再重复信息了，好吧？好的。那就是您的建议是我跟他再往下面再走看。对的，然后推到那一步，如果真的可以就行，不可以的话，那也就再换下一个男嘉宾。对的，那大概多长时间你觉得？哎呦，这个多长时间你自己来衡量吧。你这半年呗，好不好？你不要搞太久。你既然想推婚恋，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曲曲。你们很多时候你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跟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男人也看上了你的经济条件。女生啊，特别不愿意承认跟面对这件事儿，他们总会觉得被一个男人看上了自己的经济条件是一种耻辱，是吧？隐隐的内心世界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但是任何时候啊，任何时期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此时此刻身上的长板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对不对？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你也不是什么风华绝代，是吧？你也不是那种一走出来马上就是让别人觉得眼前一亮，没有到达这种程度，对不对？那人家不看你的经济实力，他看上什么呢？经济实力本身它对标的也是你的一种能力嘛，对吧？你们看这个男的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他是光有年纪，你会看上他吗？你看上他的时候不就是因为对标了他当下的这个经济实力吗？对吧？我们说有米的大叔才叫大叔，没米的那叫老头，对吧？没米那叫爹爹，这糟老头子，是不是？你会觉得，哎呀，我喜欢大叔，你喜欢的是什么大叔？光有年纪的大叔，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任何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他在这个市场当中的竞争力是什么，长板是什么，所以我有这个竞争力，有这个长板，那么你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男人看上了我的竞争力跟长板，对吧？本质上来讲，他就是看上了你的这个东西。那你看上了这个东西，你说你不仅不用，还天天薅他的，恨不得把他薅秃薅残，你这马上就要跑出对方的择偶框架了都，对吧？他找个把他薅秃薅残的，他找你，他不找一个非常惊艳的啊，人间尤物，对不对？他肯定也是在他当下的这个时间阶段里头，他感知到了自己的经济下行，感知到了自己方方面面的后续的这个续航能力不够，不持久，不强劲了，对吧？然后呢，给自己开始未雨绸缪了。他想着，哎，这个女生，对吧？她不是她自己有实力的。但是你们这种操作模式啊，什么一天到晚的薅啊，薅这薅那呀，买件衣服搞个这搞个那，这个男的他脑子里会形成另一个概念，说，哎呀，这个女的她钱到底哪儿来的呀？你明白吗？因为他在想，本来我就是想看中你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个那个的，那你是能把自己搞得好好了的，对吧？安排的妥妥当当了的，未来起码不给我拖后腿。但是你这个行为，你马上会让我思考，你这些包装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哪儿来的呀？你让我你一次找他开口说，啊，我要你的一个诚意，他会觉得 OK， 那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价，对吧？你有这个身价，你有这个 level， 你要让我来做出一定的付出，因为我是男人嘛，我的付出做优先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次这个动作，他也达成了，结果后面你屡次在短时间之内搞，他马上他的脑子里会生出另外一个想法，他是在想，你这个女的到底是搞什么的呀？你的米到底是哪儿来的呀？他会思考这个问题。他如果思考这个问题1次2次可以，他也在观察你呀，对不对？但是他思考这个问题7次8次10次，他的想法就变了，对吧？如果说你们就是想找一个男的，那无所谓。但是你们但凡说是想求婚恋呐，跟一味的求付出，它是2个概念，它是2个轨道，或者说它是2个赛道上的事儿，明白吗？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完全的混为一谈。我们讲的婚恋关系里，我们看的是付出意愿、付出意识。我是用1、2次的测试，看他有没有付出意愿、付出意识。但是你们在那种纯粹的啊，什么想要这个那个的这个关系里头，乱七八糟这个关系里头，你肯定不只是看付出意识，你要看的是付出量级，对不对？它2个概念。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这是我吗？是的。是的。哎，你有回声，你重新连一下，你重新连一下。哦，你有回声。我的价值观从来没有更改过，
听我时间够长，你们把所有的案例都听过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的底层价值观从来没有更改过。你好，现在还有还是不行吗？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行，你去调整一下好不好？你去调整一下网络啊。哦，好。你去调整一下网络。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一个走婚恋关系的人呐，如果他是个单身，你在前面薅狠了的话，是很有可能面临着对方回头找你要的风险的，懂吗？因为他对你的每一笔付出都是以婚恋为前提的付出，他是不是可以找你要？对不对？那你不白搞了，你时间也搭进去了，你何苦呢？你还把个人设也作废了，婚恋也筹不成了，对吧？最后还要承担别人找你要回去的风险，对不对？这都是风险性啊。呀，你好。喂，哎，你好，你说。哦，你好。哎，你说。不好意思。哦，那我现在说一下，就是你好。我今年24岁，普通本科毕业，外贸6分，然后是小地方的普通家庭。本来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考个体制，平平淡淡。但是毕业之后机缘巧合到了一个远亲手下做事，然后他是个退休的大苹果，60多岁，然后他之前的职位很高，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脉和资源运作。然后我的2个诉求就是，是否应该继续这段关系？继续的话，怎么要到更多付出？二是我个人的发展问题。这段关系开始是我非常不情愿的，然后当时表示过拒绝，后来工作上又要跟他相处，然后稀里糊涂开始的，然后当时完全没有看过你的课，所以不会提需求，开头就比较稀巴烂。然后刚开始有3个月的时候，他主动给了我10个，然后今年有帮我做生意，然后又有10个，但中间当时候有2个月没来往，就因为当时觉得太压抑，然后起跳分开，后来又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又和好，1年也就总共25个，平时没有给我生活费的习惯，我的工资也就几千块钱，我感觉他就是皇帝男和生意男，然后又需要被人服务，需要捧着，又喜欢考察人，然后就洗脑，然后说什么在一起相爱呀，就是不是图他的钱之类的，而且他这个人又很谨慎。但是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补偿款的纠纷，有100多个，还有就是货物，有一批货物要卖，价值200多个，因为当时我父亲去世，然后所以我们家就如果靠我自己的话，这2个事情我都做不到，然后当时就是想让他能帮我变现这2个事情，然后之后他也确实是在帮我推进，但是这2个事情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时机，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然后此外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年龄大我比较多，所以我也很抗拒这个事情，而且白天还要扮演的关系很一般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他生活费啊大红包都不给，然后又要洗脑，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平衡，拿到手的也比较少。然后现在就是虽然跟着他可以见到很多那种那种很高职位的大苹果啊，还有做生意的很多小目标的那种人，但是因为我没有光环，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他服务，所以我也没有点位去链接这些东西。在那种场合我觉得自己不太擅长社交，然后他今年也提出了让我选个方向继续读书，以后帮助我培养我当时很感动。但是现在因为最近又有3次拒绝，然后他又觉得受不了，然后说是我性格问题，然后我现在也有在重新反思怎么以后怎么办，所以想问一下你的意见。你24？对。你什么那个学历啊？本科毕业2本。2本。我跟你讲啊，你所有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归咎是一个点位，叫做没见过世面，知道吧？这爹爹都60了，他马上就退了，没有什么能耐，也没有什么米，什么都没有。你很简单啊，我给你算个账，你之所以会觉得它有价值，是因为你现在1个月只拿几千，知道吗？然后而且这是我你闭嘴，这是我毕业之后的你说。如果说按照1年25个 W 来算，合到1个月也就是2个 W， 对不对？对。如果你想要2个 W 1个月，你完完全全可以通过换工作，找
找高工资的地方来实现。是的，是的，根本不需要走这种路径。所以我才说你一切的点位在于你没见过世面。对，然后但是我想当时就是我说2个核心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家有我跟你说啊，那个补偿，你说的那件事儿，如果说按你这么去搞，他最后还是有可能达不成。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是你把这个人的光环想大了，知道吗？对，很多时候啊，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它这个点位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就是说不光是在米上没见过世面，你们也特别容易被别人所谓的职级唬住。你以为他能帮你摆平1、2、3、4、5，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摆不平，他搞不定，他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权力。什么事情推了半天，我都跟他这个情况了，他就推了个悬而未决，这推了个啥呀？这就说明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明白了。你想让他给你摆平一个100多个 W 的事情，什么概念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拆迁房子吗还是啥呀？对，类似的。哇，我太懂了。我告诉你啊，我从小到大我们家起码拆迁过6回。我告诉你，知道拆迁是个什么概念吗？我要跟你们补知识点。拆迁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你想在这个点上想让别人跟你多给米，对吧？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别人口袋里的米往你口袋里掏。为什么？因为如果比如说啊，这个地产商或者他们现在专门负责拆迁的这波人，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绩效啊？对吧？他们有负责你这个项目带来的一定的资金池，对吗？也就是说，他要多给你给100多个，是不是证明他自己口袋里要少100多个？要不然这个100多个从哪里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它的核心本质在哪里。它的核心本质就是在于，你想让这个老头去帮你办的这个事儿，他很难办到。为什么？因为本质上是他要从别的地方挪出100多个，挪到你这儿来，这个是本质。但是这个也对，但是这个是合同纠纷吧？之前已经签过，反正但是跟你说的类似的，因为可能它的能量没有那么大。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说白了，这种事情如果是合同纠纷，法院能支持你，你就能赢。法院如果不能支持你，你靠找这种关系没用，知道吗？法院也在找，明白了。对，官司可以慢慢打，但是不是像你想象的走这种路径。他多大个脸盘子，他能让别人拿100多个 W 补贴到你口袋里来呀？那我现在就是应该跟他慢慢解除这个关系。不用慢慢，知道吧？就是不用慢慢，就是马上回归位就行了。你说我想了想，我还是觉得我们之间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把你当做一个尊重的长辈，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比较合适就好了。一句话轻描淡写带过，懂吗？明白。我再给你讲一个点啊，任何时候就是说，你当这个人呢，他对你产生的价值不够大的时候，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就是生意难跟鸡肋难，对不对？生意难跟鸡肋难，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帮我去链接其他的人脉。帮我去链接有可能是皇帝难跟伯乐难的人。所以当我有机会通过这个人参与到这样的局，正好他又要跟我装作啊不是很熟的样子，对吧？我一定就是叫做顺势而为。现场的我哪怕今天只参加1次这个局，现场的有实力的人我就全部要加到手，懂吗？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我的这个动作做完，起码来讲，我今天这顿饭我没白吃，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性去链接所有的这些人，对吧？如果我还在我脑子里啊过滤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内耗太多了，我老在想，我会这样做会不会不好，那样做他会不会不高兴？那么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你今天吃了一顿饭，啥也没得到，而且你跟这些人很难再有第2次沟通机会，对不对？是的。所以我既然已经把你定性了，我看着你这个老头，我心里挺烦的，挺恶心的，你也给不了我什么，那么你带我出去吃1次饭，我就要把这1次饭的机会利用到极致，不要脸，那我知道吧？好，
那我如果跟他这种关系不保持，以后我应该在这个工作岗位也不会再带，应该以后也不会。这个工作重要吗？但是不重要，而且那我就好好发展，再读书，然后自己换别的工作。对的，出去应聘，找有可能晋升通道高的、收入高的工作，这个才是你们的底气，好不好？好，知道了。好，就这样。好，谢谢拜拜。没看出来我也是个拆二代。我以前我们家被拆过好多套房子，知道吧？我也没到拆二代这个级别，但是呢，确实我们这武汉本地人吧，就土生土长，也确实拆过比较多的房子。像我这种又比较早出来混社会的，就这种事儿我还是干的挺多的。以前吧，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关系好找一点，后来越来越难搞，知道吧？我跟他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以前一个做地产的叔叔教我的。做地产的一个叔叔教我的，他说你一定要搞明白这个世界里面的本质是什么，你才能对一些人叫做祛魅，知道吗？因为你不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你老是会幻想一个人的权威能带给你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自己都很难办，因为这个里边它涉及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价值，懂了吗？他不是开玩笑的说今天帮你安排个病房，明天帮你安排个学校，这个里边可能说存在的是就是纯粹的是交换嘛，对不对？但是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事，它其实实实在在的就是把人家口袋里的往你口袋里掏，它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别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遇到无数的人给你来画饼，对吧？跟你吹牛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理解了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你才能对这种权威祛魅，明白吧？我们任何时候呀，搞明白事物的底层逻辑，它就能让我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让我们做出性价比更高的选择。我跟你们讲了的，任何时候我们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错，对错是在什么当中产生的？是在我相等的时间的投入、精力的投入之下，产生了更大的回报当中产生的。什么是更大回报的事情？什么就叫对。我相等的时间跟精力的投入，小回报的那个事儿就叫错，大回报的那个事儿就叫对，明白了吗？我相等的时间跟精力，我投入到这个人身上，我一年就投入出来这么点儿，我这就是个亏盘子。我明明可以放到别的地方，对吧？我去找一个工作，对，我去联系一笔业务，联系一个买卖，说不定我这个差价我都给它挣出来了。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对事件的底层认知。所以你们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听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要光是抱着一个听故事的心态，对不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的是这个事件当中的底层逻辑。我要把这个底层逻辑搞明白，我就知道未来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要衡量的是什么？是性价比的问题，对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这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哎，你说，现在没有回声了吧？哎，对了，好了，你说。好，主持人您好，今天主要想请教您一个情感问题，关于我现在这个节点要不要去主动推动围城关系，我讲述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和男友是一个正常的婚恋关系，都在互联网1线城市，在一起将近3年，其中我们的收入状况都发生过一个波动。我现在的情况是年纪27岁，年收入70左右，国内顶尖艺术类院校毕业，颜值、工作、生活给过我一些小结果，但绝对不能纯靠脸，有房无贷款，工作属于自己的网店刚起步，但是就是 2C 的小生意没有光环。对方36岁，扯过1次快乐证，
有个男宝跟着妈妈，但是他周末父母会接来管。地产行业年收入发生过比较大的波动，目前的收入状况应该是跟我差不多，但资产状况要比我好一些。在一起3年期间，对方付出意识一直比较强，在我身上花销有200加，并且是主动付出。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年收入应该是在200以上，我是40。我当时在广告行业，我当时的工作算是有一点点的光环，接触到的人也变在层次高一些。在一起不到1年的时候，当时我所处的行业下行趋势非常明显，加上我当年很情绪化，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选择了离职。第一个我们之间关系出现问题的节点就是在我离职期间。由于我自身的一个原因，我的一个性格本身有个比较大的缺陷，就是我家里面的话，因为就是我爷爷跟爸妈都是比较大的苹果，所以说我从小对于别人给予我的这种情绪价值跟经济价值并没有正确的去看待，等于我没有给到对方正反馈，所以本身是一段推动围城的关系，双方都比较有意愿。但是我当年由于不想回家被我父母控制，急于想找到一个抓手，提出了很多现在自己看上去都很离谱的条件有触碰到对方底线，于是男方出现了退缩，并且几个月我是持续性的向对方施压，没有去工作也没有去学习，所以在之后一次剧烈争吵中，对方就说他不要结了。又过了不到1个月，对方提出分手，我当时属于瞬间清醒，没有做出过度纠缠动作，但是他说分手第2天早上就约我吃饭，表示他很舍不得。这个节点之后我们没有分开，但是我逐渐将重心转移到了自己的工作上。他的话由于行业大环境收入是逐渐减少的状态，一次谈话中说起那次分手，他表示我需要成长，需要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然后双方变得更好才会有好的未来。在我之后创业的过程中，对方持续还是有付出，会买一些包啊表啊送给我，但是现米会比较少。然后在我性格这1年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的，可能是由于我的变化，他有时候又开始说一些什么围城啊什么生活的话题，但没有直接点名过。前段时间一次契机，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要不要进围城，对方当时的回是要，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情绪上是有所犹豫的。其中我比较清楚他犹豫的一个点是，他现在比较重的一个房贷，所以说他经济上是有压力的。所以想请曲曲再帮我分析一下，像他们这个阶段的男生，他犹豫的点位还有些什么？姑娘，他配不上你啊。可能就看对眼了。所以你现在是非要在这棵树上吊死了呗？我没有想好。没有想好就想啊，你也27了，这男的不咋地呀，这男的不太行啊。他本来原来的收入200多，然后现在他处在一个下行行业，然后他自己还有娃，就是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条件呢，不太行，不太好，知道吧？你呢？你家里都大苹果啊，这个那个，实际上你不用一个男的真的给你付出这么多，最重要的是在于门当户对。你让你们家里的人去给你介绍，家里有条件的男孩子，或者是家里也是做大苹果的，都比这个好。这个不行。就是家里有介绍过，然后我自己性格真的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每次听到别人就是那个装什么东西，就会心理上非常的反感。你有问题你改，你意识到了的问题就调整，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还要往这个里头去钻死胡同，这个就是属于有毛病，知道吗？你不是意识不到，你也还年轻，你也没有到那种顽固不化的那种年纪，知道自己什么点位不对不好，我就慢慢调整，一点一点的去整改就好了，而不是说我要因为我的这个问题我不改，然后呢我就摆烂，我就想办法去找一个补空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现在说的这个男的着实是不咋地。这样的吗？对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上升趋势啊，而且以你的家庭背景来说，绝对要找一个背景干净的人，知道吗？对，就是家里非常不同意。这怎么同意得了呢？你这一开口，这男的就不行。他当然得给你付出了，他还不给你付出，那他还搞毛线呢？他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啊？他
是这样的。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其实是有创业的打算，就是我需要去看一下他吗？看啥？看什么？看什么？不知道看什么。没有必要，姑娘。你本来其实你就是在耽误时间，你跟这个人其实在一起3年有点耽误时间，知道吧？本来就是在耽误时间。你自己也是一个在事业上面很有追求的一个女生，在你的骨子里来讲的话，其实你还是一个能够在事业上面拿结果的人。你的思路其实是清晰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底层逻辑没盘明白。那个思路看起来很清晰，其实是什么？完全在往反方向跑。底层逻辑是这男的配不上你，没东西。是呢，就，这样子吗？那我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我现在是去推婚恋嘛？因为我现在社交圈是比较窄的，在我现在这个城市。其实想推婚恋，我说了，最好其实就是对对碰。你也别管别人装不装，你能对碰上你的，能被你家里介绍来的，人家要装，人家不是装，人家是真的有这个东西。说白了，有些人不喜欢看别人炫，但说白了，很多人他炫是因为他真有，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只是你习惯了于肉埋在饭里头吃的那种状态，你习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种聊天方式，但是很多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因为他本来他就没有嘛。很多有的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他就是愿意告诉大家我有什么，他这个不是，他只是希望让你能够快速了解到我1、2、3、4、5我是有这些东西的，你不用因为这些东西去打退堂鼓。从你的概念上来说，你只是觉得哎，有什么必要说成这个样子呢？但是别人不是叫没有装有，你懂吗？别人是真有。懂了。心态要放平和，你把这种动作要当做是人家在跟你分享，人家希望在你面前去秀羽毛、秀光环、秀肌肉，是因为希望能够拿下你，让你知道他跟你之间是匹配的，甚至于他是有付出意愿的，你想要的那种付出他是可以达成的，懂吗？懂了。那我现在就是就不用在这个男生身上再完全不用，他太高攀你了，知道吧？所以他才会这个样子的，老是忍，老是折回来。就他还带个娃，就这种条件，他怎么去找一个什么家里全是大苹果的，然后自己现在20几岁，年入大几十的，他找不到这样的人的呀。哦，好的，好吧，好。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家里的话，因为我爸其实他就是算是2代嘛，然后等于我爸妈其实那个思想上他都不是很成熟，然后包括他有时候可能会对我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打压或者什么，就是他们是非常希望我能回到那个中部省会城市工作的，就想问一下曲曲，你就比如说，其实我自己创业并不是说很有什么天赋什么，但是我是愿意去学习的，就是我现在是在那个杭州，然后曲曲是觉得我是应该待在我现在所处的城市，还是说听父母的回家？你的事业也不能放，但是呢，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听你父母的，回去结个婚倒也是可以。这不就2个手都抓了吗？对不对？你回去把他们想让你做的事做了以后，其实也对你没什么影响啊。但是你自己的事业这一块，我觉得不要放。好，好的，好，曲曲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非常感谢您。好，拜拜。拜拜。父母倒也不是说不成熟，知道吧？父母没有说不成熟的，父母说白了是啥呢？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苹果，条件就很好，而且他们是中部省会城市，它不是小地方。他说白了，他看不上你挣的那点3瓜2枣，是这个底层逻辑。你现在要是1年挣700，他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知道吧？是因为你1年挣70，他就觉得你看你折腾来折腾去，你不就搞那么点3瓜2枣的，你还耽误人生大事，你趁着你自己年轻回来，我们能够给你找一个驸马爷，明白吗？他想的是你趁着年轻回来，我给你找个驸马爷，我给你能匹配这个城市最好的资源，结个婚，对吧？人家家里那个资产随随便便给你搞点嫁妆，这个那个的，可能就1、2千个 W， 是不是这个道理？他是这么在算这个账，他
不是说什么幼稚，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父母想的也是个性价比，他觉得你现在还年轻，对吧？还没到30岁，赶紧回去以后呢，有他们的光环，有在他们的羽翼之下，他能马上给你匹配到一个很好的婚恋关系。你那挣了点三花两少，他看不上眼，他是其实这么个逻辑。你们呢太容易被那种创业的呀，或者是那种所谓的高级打工人所蒙蔽，明白吧？你们总觉得那个创业的人身上，或者那个高级打工人身上啊，有一种哎呀熠熠生辉，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创造的，对吧？你们容易被这种东西所吸引，你们总是看不起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知道吧？总觉得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无是处。我跟你们讲，地主家的傻儿子就是要一无是处才最优解，因为地主家的傻儿子他没有什么欲望的情况下，他容易受你盘。而且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那不是你看的那个高级打工仔能这搞得定的。那个高级打工仔，他打10年的工，打20年的工，他不如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随便继承一点，懂吗？它不是一个概念。你们特别容易被外面的一些人呐，一跟你讲创业呀，跟你讲商业逻辑啊，跟你讲这个讲人事故啊，讲这个那个，给他唬住了。其实人家到顶峰时期，他不就1年200多吗？他到顶峰时期1年200多，你如果家里是中部省会的大苹果，你能匹配的对象至少家里2个亿往上，甚至20个亿都有可能。那是他靠打工打多少年才能给他打出来的呀，对吧？他靠自己创业想要挣到这个量级，他得达到一个城市最顶尖的那波创业人群。这种人是极致理性，就像我懂吗？不要看起来，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的活泼开朗热情，他的骨子里都是极致理性的人。这样的极致理性，你跟他去交手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全面被他碾压的状态，明白吗？这个才是本质。自己看明白自己是个什么这几斤几两，知道吧？我跟你们讲了，地主家的傻儿子是最优解，尤其是对于你们这种自己有事业心还有一定能力的女生来说，因为她什么都不操心，你心都来操，你喜欢操心你操好了呀，人家家大业大的给你随便操心，大的一个大后方在后面，你想怎么冲怎么冲，你冲垮了总有人接盘，对不对？这多好的事儿呢！不要被眼前的那么点东西所蒙蔽了，明白吗？所以我说，在你们你们很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条件，说有这种条件啊，能够去有一个很跨越阶级的婚恋对象干嘛的，我觉得抓住机会挺好的。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优劣势，只是呢，我们嫁人归嫁人，结婚归结婚，不能够停止进步，不能够放弃自我成长的概念，因为风险也会来临，对吧？只有我们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是我们抵御风险最好的防火墙。脑子里没货的人，他嫁得再好也没用，因为别人的东西变不成你的，对不对？你要开启你的智慧，才有可能把别人的变成你的，对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哦，你好。哎，你好，曲曲。你说。哎，听得见吗？哎，你说。你好。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就是跟孩子，我的女儿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啊听你直播。然后我女儿是00后，然后呢，她说就说你是一个就是三观跟她一致的人，所以我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听你。然后为什么我听不太清你的声音呢？我声音很清楚吧？好，现在听见了。然后我是这样子，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基本盘哈。我是80的，然后呢是自创业，早年就是一直自创业的女性，长相呢一直是7分以上，然后呢
很早就进入围城，就初恋就进入围城，然后在围城里面呢有15年，然后经历了那个外援的一些事件，然后呢就速的分离了，就是等于是出了围城，然后呢当时的是就是分了2000个 W，出了围城。是你给了对方2000个？是我分到2000个。哦，好的。那他等于是分了小部分，因为我是自创业的，他是一个小苹果。那么这总体的15年的这个路程里面的话，是我赚得多，所以的话我就分得多，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分了2年呢，因为我要移居美丽国。所以的话，就当时根据当时的实际的需要，因为父母年龄关系啊，年纪大了，他们也不放心啊，还有各方面，因为我也是当时就是移居美丽国的时候，跟中介啊，因为办的时候签了一些协议之类的，所以要就是再重组，就是还是以一个家庭的单位比较方便一点，所以的话，我们又再次的走入了围城，跟同一个人走入了围城，等于是我在这个走入围城。走出围城的时候，我也是只经历了过一个男性，因为我是初恋走入围城的。那么，然后呢，这3年呢，我就是一直带着孩子呢，是在美丽国是等于是陪读妈妈，然后呢，跟他是等于是跟孩子的爸爸是异国了这么3年，然后我的接触个第2个开始接触，就是等于是不是爸爸的男性的话，其实是我走出围城的以后了。就是在这个漫长的15年的围城关系里面，就是这么坚持着一个，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来的，就是也很男2号，当时是很幸福，是这样子的。是男2号吗？10.8啊，不，我就是在没有走出围城之前，就是15年的婚姻关系当中，就一直是一个男嘉宾对吧？对，没有，对的，是的，一直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大约的这一个过程，您会比较了解一下。你先提你的问题，然后倒推。你的问题今天是什么？好，是关于谁的？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爸爸的。一直是孩子爸爸的问题，就是说，然后我们不是又重新再走入围城了吗？是因为各种关系，就是利益捆绑。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是想要再次走出围城。我想客观的从您这方面去判断一下我自身的价值，然后我权衡一下利弊，我走出围城可能性，还有一些利弊、性价比之类的。你跟这个人多长时间没见面？跟孩子的爸爸，我们有3年的异国，就是3年都没见面吗？不是，当中会有2次的，他会过来探亲。见了2次面，见2次面的时候，你们会正常10点半吗？就是现在主要的问题也是由于是一方面是有可能经历了这些，因为我也想跟你讲的是，就是我在这漫长的15年之内也是就这么一个，从来。哎呀，我问啥你答啥呀，小姐。我问什么你答什么，你的陈述混乱，知道吗？所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是，OK。你们见面有没有10点半？15年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再次入围城，我们是非常不好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没有了。就在这15年，对15年之间，我们是非常和谐，但是再入围城的时候是非常不和谐。你听我说，你现在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关系于你而言，它就是个没有用的关系了。你现在存续在这个婚姻关系里，它还能给你带来什么附加值吗？你的身份，你方方面面的有没有落听？有，这个是都已经，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扯快了证，还会涉及到什么你自己的经济损失，或者说身份损失，或者说什么损失吗？唯一损失的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话，他因为现在的话年收入的话还一般般吧，就60 W 以上。这有啥损失啊？他给你不？他会全部给我的，这个60都全部给你是吧 ？OK， 对，是全部会。那么现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小姐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说想要对方的这层经济，那么呢，就不要去扯这个快乐证，
是你如果觉得啊，我的身体孤独，灵魂孤独，你在你现在这个国家，你该去干嘛就去干嘛，懂吗？你可以开启你的新生活，这层关系你不用去管它，你就放着就行了。因为你的这个男嘉宾，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情感状态，懂吗？一个男人他是不可能在常年异国的过程当中没有他自己的情感状态的。他之所以再一次进入围城之后跟你两个人在这方面已经关系很不好了，是因为他有新的情感宿主。这一点我想要就是表述一下我这边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们不说我的感受，是他自从有那个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就是外援的关系破裂了以后，他后面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的10点半不和谐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不能接受他，也因为一方面是由于他年龄的增长的关系，他不是说一定是外面就是再有外援。我跟你说啊，你很幼稚，听了你很幼稚，知道吧？你非常幼稚。我跟你讲，他有情感宿主，而且他一定也有身体宿主。他是男的，你是女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在守着这个那个的，你就觉得对方，这是不可能的。蛐蛐，我要打断您一下的是，我的情况是跟您相反的。其实我是在就是我走出围城这2年里面接触第2位就是男士开始，然后我谈的全都是姐弟恋，所以我的情况跟你。那么现在是有人要跟你结婚吗？所以你起了这个念吗？没有。我不会要再次踏入婚姻的打算，但是呢，我也会想说，我要不要再次走入围城，就是以一个单身的身份。没有意义的动作叫多余动作。其实我刚刚一开始给你的答案已经是你现阶段的状态了，就是这个关系放着你自己该干嘛干嘛，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因为说白了，你还是希望这个男的这个60个 W 的生活费、抚养费放到你这儿的，你还是有这种诉求的。你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我是有这方面诉求，但是我也并不是单缺这方面诉求，因为我经济上是完全可以独立的。我知道你经济可以独立呀，可是如果这个60个你觉得无所谓了，那么你想怎么着都可以，知道吧？因为这个男嘉宾对于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这没了。我刚刚一开始就问了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其实除了这个60个 W 你没有任何损失。这个东西你想要你就维持这个关系，维持现状，这个东西你不想要了随时随地扯快乐证，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不扯快乐证的话，你叫我就说比如说在异国的时候再怎么样子开启下一段关系的话，其实这上面还是有一层障碍的。没有啊，你一直在做啊你有啥障碍啊？不，我说的是我单身2年的时候，我经常会，我就说我有谈，但是我再次进入围城以后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啊。束啥缚了这？你不用跟任何人讲，也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你束啥缚了。比如说要正儿八经进入一段比较严肃一点的关系的话，这是肯定要去说的。为什么呢？那我是说，为什么要说呢？不说吗？对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是我是单身的身份，那我就可以去就是自由自在的谈恋爱。你现在也是一样啊，如果不是的话，又没人管你。那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那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经济上利益上没有特别的诉求的话，其实就不用去刻意的去走出围城。您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对经济有诉求，你就不用走出围城状态；如果你没有经济诉求，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到了评论，道德感太强，好吧。好，我了解了。拜拜。好的，好，谢谢啊，好，拜拜。我觉得我听得挺明白的，他一搅又给我搅糊了，他最后一讲出来还是我理解那个意思。你说我是哪个地方没听明白？我他妈都听得挺明白的，你们就是越给我搅越糊，是不是？要是实在觉得自己这个羞于开口，那个羞于开口，你们就1v1，对吧？本来没多大个事儿，被你们整的呀，哎呀，这个话说的颠来倒去的，生怕别人听懂了，是吧？
这60个 W 想要就维持婚姻关系，不想要了就拜拜。还不清楚，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关键在于什么？这种女生啊，她有一种隐患，知道吧？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其实我是建议你们根本就不要出围城。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种隐患，你恋爱脑，知道吗？恋爱脑是一个女人的巨大隐患。当你自己是个恋爱脑的时候啊，你最好有点环境把你约束一下，因为你心里总觉得啊，我是有这个关系的，那我对别人我还是要有限性的付出，对吧？但是你那个恋爱脑啊，一旦你这个维生关系放弃了，然后你再去跟别人1、2、3、4、5，你是没有遇到一个起心动念搞你的，知道吧？你万一遇到了一个起心动念的想搞你的男的，你很难防得住啊，知道吗？这个就是你们的巨大隐患呐。我那个60个 W 无所谓，我都是找弟弟，我这个那个的，然后我只要进了卫生关系，我就守身如玉了，我冰清玉洁了。你说你这不恋爱脑是啥？你这是个典型的恋爱脑。你这种要是遇到一个回头，哎呀，扯了快乐症，放飞自我了，到时候遇到那种男的，哎呀，我这干柴烈火。你别遇到骗子，知道吗？你们要是遇到个职业骗子，那就毁了。就是这样。本来吧，这边这个吧，每年给你60，回头那个给你挖个大坑，你到时候怎么搞？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有这么一个维生关系在吧，好歹把你拽着点，懂我意思吗？你心里还有一重觉得说，哎，我有这个关系，我不能乱付出，对不对？我不能乱搞事儿，是吧？你还有点，你玩嘛，你玩呗，你这没人管你这个事儿，对不对？放飞自我。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为什么是恋爱脑？能够异国3年，就因为有这个维生关系，就保持着自己的纯良秉性的，这就叫恋爱脑。不恋爱脑的女的是不会这样的，我告诉你们，不恋爱脑的女的是不会这样的，懂不懂？不恋爱脑的女的早都像我说的放飞了，对吧？反正没人管，而且她还在说，我严肃的关系，我得告诉别人1、2、3、4、5，你这还不是恋爱脑？你这不恋爱脑是啥呀？对不对？严肃的关系我能不说吗？那有啥好说的呢？这是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喂，你好。哎，你说。你说。喂，崔老师，你好，可以听到吗？哎，可以，你说。好的，那我就说一下，我今天想要咨询。Hello， 我听不到了啊！你退出了吗？你不要退出哦。Hello， 听不到，听不到。喂，哎，你说。这样可以听到是吗？可以，你说。不好意思，曲老师你好，我今天想要咨询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亲戚这边拿到一笔米。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是26岁，然后在18线小城市，长相、身材、积分，为人处事、性格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工作收入一般，没有什么存款。那我现在的想法是想去学习一门，然后提升自己，包括去到大城市发展和生活，那么就需要一笔资金作为支持嘛。但是我从小是父母分开的，我是跟亲戚一起生活，那么基础的生活开支都是从亲戚
那边走，然后因为亲戚早年间有向我的长辈这边借过100个 W， 然后生意他们做起来之后收入也不错，但后面又被人坑了之后被迫要还很多米，那么其中一笔属于我跟我长辈的20-30个 W 的米也是被我的长辈借出去还了，包括我长辈自身可能有一些存款，就全部的存款吧，也是被动以及主动的全部被拿去还米了，因为他觉得说要帮自己人。那么因为欠米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亲戚那边他们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原因比较复杂，所以说双方都各有各的想法，所以说他其实可能不太认这笔米的，但是之前借的100个他自己是认的。那包括我的长辈，他现在也是因为存款没了，包括觉得可能自己识人不明，亏欠我，在情绪上很崩溃，然后这几年的话也是时不时闹过。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亲戚边的女方，因为在意他的情绪，有跟我说要把我现在住的房子私下卖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其实不是很想卖，因为他说什么如果真的卖的话，那亲戚也没有了，包括他觉得是因为对方的情绪很影响到自己，就是比较在意他吧，就觉得好像说他就是可能人品有问题啊之类的。然后我也说，那如果不卖的情况下，能不能加我的名字，就给我一个保障？因为这套房本身我的长辈他也有出过几十个，但是没有加他的名。所以说就是包括他之前说可能拆的话会给我，但是所有的这些说话的东西都只是存在口头，没有任何的保证。所以说我也是听过，再加上我本身可能其实并不想在这个城市定居，也不是想要房子，包括这套房可能不一定值多少吧所以说我就是也是拖欠了，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到底谁要加谁的名字啊？到底是谁的房子要加谁的名字？就是其实这个房子的话是亲戚他们那边的，但是当时我的长辈有出过几十个 W， 但是没有加他的名。那跟你有啥关系其实这个房子倒也不是特别大的关系，就其中一件事情我大概快说完了。对，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跟我亲戚那边相处还可以，就男方也是挺大方的，女方也挺聊得来，但是他们也说过，如果说我需要用钱可以开口嘛，但是后续进入围城也会给米，但是我自己日常不太会去开，然后我现在不是需要一笔米嘛，那我就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们欠米也只是欠我的长辈，不是欠我自身的，那我想说这种情况如果我要开口借米的话我要怎么去开，就尽可能可以提到比较大的一笔米这样子。那你让你长辈去跟他们开口呀？也可以，但是他的性格其实是比较软的，而且我其实之前跟亲戚那边的女方有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跟男方说，如果说你不想还的话，因为后续他也可以帮我去讲，就这种。就是我整体相处下来，其实可能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我觉得他们人是还可以的，就如果开的合适，他们也会愿意。我都没听懂，你看所有人都没听懂你在说啥。真的吗？我还特地写了稿，就我是说的很复杂吗？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问你的问题，你还在说我快说完了，我听都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快说完了，你说了个啥？那要不这样吧，您直接说吧，可能我确实弄得会比较复杂一点。不是你什么亲戚什么长辈怎么乱七八糟的，到底谁欠谁的呀？就是我亲戚他们那边是早年间跟我的长辈这边借过100个，对吧？那我的长辈现在你的长辈不想找他们要，也懒得找他们要，当然是想要，但是要不来呀，想要不来，我的欠款对。就是但是他们有我的亲戚他们有说因为我们日常开支都是从他们那边走嘛，那如果说我有需要，包括我进围城，其实包括我以后要学东西，其实是可以问他们开口的。我就是想问一下，那开口开不来100个呀？对，我知道开不来100个。你想要多少个呀？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希望有20-30吧，但是我有点担心，因为他们现在也属于快退休的状态，之前也说可能要自己投几十个去做小生意，我就是怕我可能开这个口，他们也一次性下不来。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你开了再说呀。你怕不怕就不影响你开口，你不开口肯定是没有。对，确实是因为我能感觉到，如果开了他们会给我，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就是我就是能感觉到开了会给，那还问啥呢？直接开就完了呀。你的目的是把这个米拿到手，还管对方舒不舒服、高不高兴啊？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我妈妈也是几年前开始接触嘛，因为我们从小分开，但是我们现在不生活在一起。她现在跟我关系，亲戚关系比较好，但是她是不希望出这个城市的，以及对我的经济管控很强，可能平时不会给我什么钱，然后可能把利益看得比较重，会希望我跟那种
有能力的男性去结婚，可能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利益。如果说我跟我亲戚开口了，其实他也会知道嘛，我会有点，您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有阻拦的情况？那阻拦了又怎么样呢？我就感觉如果可能给的话，阻拦了你就不要了，你就不是了。但是我会怕被限制。限制什么呢？就是觉得说可能他们会不想给我那么多吧。不想给你那么多，你也要试啊？影响你试吗？影响你开口吗？那反正我就尽量往我自己意想中的那种去开。你要50，比如说只能说给一半的，要50啊。但是我就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要50，他们会觉得开得很大。对呀，开得很大，才有讨价还价呀。你要个20-30，最后只能给你5。对，这个我也是想过。对呀，那不就结了吗？感觉他们只是常规人家，会不会一下开50就感觉你他差他100嘛，那开50嘛，很合理呀。行，那就正常就怎么开就可以。对呀。好的。那然后我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的情况是想去别的城市发展，但我其实就是可能在现实当中，包括在网络上，可能我更喜欢去链接女性，可能对于男性的认可度，就我更容易去认可女性，所以说打心底里也去愿意去链接女性吧。那么我在日后的就是过程中，像我这种性格，可能就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嘛？就是事业发展上。妈呀，你看你们这些人脑子啊，哇，稀里糊涂。我跟你讲，你的核心底层逻辑就在于这个事情难，这个事情有问题，是不是我就不干了？不管我是要米还是我要去链接所谓的女性资源，这个事情当中无论出现什么，我是都得干。对，可能有时候会给自己预设很多问题，那不就结了吗？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预设问题。你去预设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当你在实际情况当中遇到的时候，根本就跟你预想的不一样。对，是就还是反正就直接做是吧？就对呀，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希望，可能有人可能肯定一下，或者说保险起见，我还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情况。对，哎呀，如果说你自己搞不明白，你就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去找一个目标对象，把他扒着，找一个这个事情搞得好的人，把他大腿抱紧。对，因为目前没有，就我可能如果说之后要去别的地方，可能所有的人脉都是空的，但是这方面我觉得也正常，因为都要从头再来嘛，我觉得也无所谓。不要只给自己设置那么多顾虑，你们就要是啥也没有还想那么多，你有什么可实着去的吗？对，是的，好的，那我大概知道，反正就直接开是吧？对啊，不给就撒泼打滚，哭，就这样啊，怕什么呢？当然啊，我还以为像这种情况要好好说呢。你先好好说呀，那不给吗？不给的话，你要把最坏的想到啊。那如果就是说，如果不给的话，可能我就要考虑说，要不跟我长辈一起去那个，对吧？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最好就是人家开口，又不是欠你的钱。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本来就应该他去开口。因为我跟他们关系还可以，而且我这边的长辈跟男方的关系稍微有点。哎呀，这些东西不重要，知道吧？你讲的这些东西都废话，你只管做，用尽一切办法去做就完了。你管他这个关系那关系，我要这是实实在在的。好，那我就直接开口。行，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学长老师，拜拜，再见。你们那个在不在我们金贵的社群里面都？你们去金贵社群里面待一待，就你们这种问题是吧？就没有什么好连麦的必要，这有啥好连的呢？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目标为优先，我到底要什么？我现在不要这个事儿，我后面的事儿干不了，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搞成，对吧？必须搞成的情况下，我的首要方针是什么？是搞。首要方针是想，首要方针是搞，我搞成什么样？搞大搞小的问题，搞多搞少的问题，对不对？它不影响我的主旋律，我的主旋律就是要干，就完了，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不是很多人他们是
他怕讲多了暴露啦，所以他们这遮遮掩掩、模模糊糊的在那讲。我都说了，这样最好就是1v1，知道吧？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懂你们说话。Hello， 你好 ，Cora， 蛐蛐，哎，你好，你说，哎，你好，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34岁，扯快乐证6年，女儿7岁，抚养权归我。我是干教培的，学科类，年入150左右。我是属于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有2个房1个车。然后我的情感一直是空白的，离婚不是，这几年一直是空白。工作原因也找不到好的，或者总是觉着接触的都有目的，属于浪费时间型，一直都不敢尝试。然后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教培行业新规定出现以后，我就目前很迷茫，不知道往下怎么继续了，未来干什么。如果干不了，我想自己继续创业，但是我没有目标。我第2个问题就是我情感方面一直空白，这些年就是周围的都已经进入围城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本身也不想进入围城。你不想进入围城，你思考这个干嘛呢？你不有毛病？你不想进围城，你管人家进不进围城干什么呢？可是我总得找，为啥呢？这个可是哪来的？好吧，我觉得情感排第2，工作排第1，对我来说。对呀，那就好好工作不就完了吗？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别人都结婚了，我没接，但是我不想接，怎么办？你不想接就不接，不想接。边缘化信息都属于是。你自己现在手上有多少存米？200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对于大家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的，就是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要慌，知道吧？你呢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线，然后再给自己设置一个金额线。就比如说，我准备花1年的时间出来重新找赛道，去学习，去看，然后呢找机会。那么我这1年，那么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不能花超过20万，或者超过30万，或者这个或者50万。总而言之，你有个线，就是说这个时间跟这个金额都设置2条线，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就彻底的开始游乐状态，懂吗？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就该学习学习，该上课上课，该去交流交流，该交朋友交朋友，该干嘛干嘛，然后看看有没有新的东西是我觉得可做的、可行的、感兴趣的，这个是比较好的。你们有的时候是太过于焦虑了，总是不敢刹车，总是想一脚油门踩到底。我就是这样。对，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知道吧？因为人做任何一个行业也好，干嘛也好，他一定会有波峰有波底的状态，在波峰的时候才有，在波底的时候直接躺平，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呢，你们老是不松弛，其实不松弛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急功近利，还很容易上当受骗，还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这种慌张错乱，导致自己做出错误的投米行为，其实是不对的。看不明白就慢慢看，你看个1年，看个1年半，什么都不干，就用来看，就用来观察，找机会。好，就是太着急。哎，别着急。好，我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就这样，拜拜。很多姑娘有这个问题，我跟你们讲，我们都有过这个阶段，知道吧？这4个字叫做急功近利，是不是？但是急功近利永远能拿到结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理想状态，是想象当中产生的。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多的独立女性，我们直播间独立女性大把，对吧？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自己从无到有，从0到1，然后自己把自己的成果干出来的这波女性都有这个问题？其实男的也有这个问题，不敢踩刹车，不敢休息，是不是的？你总认为一踩刹车就没有现金流了，一休息就掉队了，是吧？这是因为你们用
负面的概念解释了踩刹车，用负面的概念解释了休息。你们没有用正面的概念去解释它，你们没有看到休整的价值，所以你们底层概念发生了错误。事实上，一脚油门踩到底，在急转弯的时候是会冲到悬崖下面去的。你们想象当中，我是不是一直踩油门？你为什么要一直踩油门？是因为你一直踩油门，你因为我只有一直踩油门才能够一直获得价值，一直创造收益。但是一直踩油门不等于一直创造收益，一直踩油门也有可能等于一脚冲到悬崖下面，知道吗？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卷到底卷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是一种不断进阶的思维观念，不断进阶的认知。我们的认知什么时候是高级的？是我们无论经历人生当中任何阶段，我都能够站到上帝视角看待我现阶段的情况里有哪些优势，这个才叫做高维的认知状态。明白吗？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在很松弛的状态下赚到很多钱？为什么有的人他吭哧吭哧的天天从早干到黑，他挣的还是那么点三瓜俩枣？为什么呢？谁更努力？谁对自己的生活更有紧迫感？谁更有上进心？很难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任何时候啊，我们绝对不能急功近利。我是不是跟大家讲两个字叫淡定？淡定就是我们心里永远扎得很深很深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人生的标准就是淡定。我在拿任何结果，我在铆定任何的目标的时候，我首要是淡定。无论我跟任何人谈恋爱，跟任何人谈判，做生意，对吧？拿资源，找赛道，想办法，首先淡定在前面，而不是着急忙慌在前面。着急忙慌在前面，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啊，马上就被蒙蔽住了，你的视角不开阔。因为你只有在松弛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看到每一个点位，对不对？如果你一紧张，精神一紧张，你是很有可能胡乱抓瞎，胡乱出错的，对吧？我那天是不是跟你们讲那个巴菲特老爷子他们今年的那个股东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其实赚的就是别人出错的钱，对不对？是别人犯错误了，我就有进项了，因为我不犯错误，对吧？我在淡定悠然自得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在瞄准的，那么我就不容易出错。他的动作越多越出错，是不是的？你们好多姑娘啊，就是创业给创疯掉了，每天早上不是起早贪黑，是不是很早就跑到办公室去的，很晚才回来，但是一年到头把自己辛苦的不得了，最后发现没挣多少钱，没挣多少钱，是不是的？视野上出现了巨大盲区。我跟你们讲的东西一定是可践行的，知道吗？所以我跟你们说，任何时候设置线，对不对？我反正就花这么多钱，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方向在哪了，我迷茫了，我现在的赛道我看不到希望了，走下坡路了，怎么办？反正我也没有负债，我慌啥呢？我又没有大窟窿，对吧？我手上有米，我就拿出一部分的米用于我的休闲，用于我的观察经费，躺平经费，对吧？躺着躺着，在瞄准的过程当中，机会就来了，机会来了，我马上抓住，那么这一波就又能起来，对吧？前来一阵风，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直播提醒。我们每日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秋秋你好。你好，能听到吗？听得到，你说。你就是那个一直踩不了刹车的人啊。
把行业里所有的证都考完了，某司某考、某 C 某 A 等等，什么注会啊、风管，甚至某保考试啊。那介绍一下我基本盘哈，我是89年34岁，然后身高168，外貌呢只比曲曲低了4分。从小都是班花和戏。我是那个120分，你是116分是吧？你是10分，因为颜值的这个出众呢，也是上过某上星的卫视的节目，也拿过企鹅早年间的某主播比赛的第1名，然后我是 Top 3的985本硕，然后在校期间也都是晨系第1然后目前从事经济行业，固薪呢每个月是6到7个，父母是苹果退休，有一个粉色的宝宝，目前是不到1岁，然后现在是已经扯完快乐证3个月了啊，想要请教曲曲的是2个稀巴烂的问题我就是那个雄竞搞不好，然后雌竞搞得稀巴烂的那种。然后男嘉宾 A 是我单位里面的直属领导，我是私企然后大我15岁，他是一个围城内的孔雀家里的因为呢在漂亮国长居从3个月前他得知我扯证以后呢就追求我他的这个年薪是在这个400个最近金融降薪呢可能只剩一半平时呢但是他送我的东西，为什么说他孔雀呢？因为他会送我牛肉干和饼干还有牛奶，然后我就不想要然后我就表示无语子然后我就对他说嘛，我说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那呢他听到我这么说以后呢，他会说表示理解，但是他又会接下去又会来动手动脚来推进这个东西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需要就是他每次这样反复来的时候，我是不停的需要跟他强调我是需要付出诚意的，还是说直接给他开出价嘛？因为他是会动某手某脚的然后并且他脸皮有点厚，就是我已经反复这么说了，他依旧是说什么你要的之后我会给你，但是我已经很清楚的说了，我要是目前既有的事实我要先看到，就这种话我已经说在前面了，他依然是这样子。那么我的底线就是我不希望换工作因为我以前都是拍桌子我就走了的但是我现在由于行业限制的原因我没有办法。他是你的直属领导吗？是的一把手然后我刚刚强调我刚刚的那个职业技能呢，就是想说明我本身的职业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我之前听过你直播，就是既然我自己的职业力量够的情况下，那么我不是希望我不想搞定他，但是他非要搞定我呢，我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倾向于不被他搞定。然后我内心的价码呢是100个，但是我怕我开了以后他很容易的就能做到，我是怕他做到所以我想开的更高一点。所以但是我到底你的核心是在于不想跟这个人好。其实对我倾向于不想跟他好，那么就不用开价，不能不好，但是不丢工作就最好。不要开价，我跟你讲不要开价。你们的问题是在于太黏糊了，知道吧？就是只在工作问题上进行回应，非工作问题不要回应。对，目前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跟您这么做了以后呢，他就会非常生气，就有点死皮赖脸，就是有一些负面情绪经常反馈到我，就比如说会工作时间给我打固话，就是很生气的那种，就说你自己看着办之类的东西，威胁录下来。对的。好的。你不要开，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讲不能开价？你开价就给他留把柄了。懂了吗？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我不能出错误，对吧？你非要送给我，我不要，好，你给20我不要，给50我不要，给100我不要，你给200我收了。那么这个是你非要给我的，我没问题，对不对？我也反复拒绝了，那你最后给能把我砸晕了，那我只能收。但是如果说我都说你得有这个有那个，完了以后他这不做那不做，就天天哼哈哈哼，然后你去开价，你一开价他肯定不会做的，你别想错了，什么我100他会做，不可能，我告诉你。但是问题就来了，你开了这个价，像这种死皮赖脸的人，你还没找到他的抓手，他先把你的抓手找到了。明白。不要这样。明白。
好的，那就是基本的不要撕破脸就行了。哎，就是不回应，他要给你搞这个搞那个，那直接你就另外拿部手机在旁边录着，知道吧？把所有东西留下来，以后就用不用不知道，用不用以后再说。但是我东西得留下来，那证明我一直在言辞拒绝。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聊工作吧。你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吗？没有工作上的事，那我现在有点事儿要处理一下，挂掉。好的。那我这个问题先告一段落。我想问第二个稀巴烂的关系哈，就是我家里的那一位 X， 就是3个月前扯证的。他是一个职高学历，然后我刚刚有提到我是985 Top 985嘛，而且我还曾考上过 Top 2那2所学校的这个博士，然后。我的 X 呢，他的家境和工作都是很一般的，然后当时也没有提供婚房，甚至他父母还赖了彩礼和赖了这个很多后面的礼金啊。我不敢说是因为我那个帖子还有点火啊。然后我当时跟他一起进围城，当时的考虑呢，一个是他的父母是很愿意看孩子的，当时跟我信誓旦旦做了这个保证啊，然后而且也是保证说能孩子带到5、6岁，就具体的说法都做到了，就是说了一个具体的过程。但是小孩出生之后呢，他们就出尔反尔了啊，开始赖，然后至今为止啊是没有带过1天，也没有出过1分钱啊，之前都是承诺好的。凤凰男嘛，然后对，就我觉得有点赖啊。然后加上我那位呢，在这个期间呢，他心情特别不好，因为我跟他的父母的这个掰扯，他呢玩一个9人游戏，那个游戏你也玩啊？你提到我不是狼人杀，是另一种来钱的游戏来米的游戏，不好意思啊。这个游戏呢，他在这几个月期间呢，就输了近200个啊。然后我就不想让他上桌，对，他玩的很大，他甚至跟一些明星一起玩啊。他什么收入量级啊？反正就是他现金流管理不好啦。当然我们有这个，但是我并不这个资金管理是很差的，我自己也是做这个，我并不想让他上。但是呢，因为我跟他妈妈的这个问题呢，导致我控制不了他了。之前他对我很迷恋的时候，我是可以控制他止损，或者就是他是会听我的。那现在呢，他不听了，他就一定要继续上，我让停几天或停几个月啊，他不行。那么他当时是他提的这个要扯证。然后我当时已经被婆婆搞的去这个北京医院，已经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然后第二个是也害怕有大额债务的风险啊，所以呢，反正虽然他提的，但我哭着当时也是考虑这些，就把证扯了然后当时我是没有下头的，所以我没有选择，所以我只能是继续挽回，所以是扯证没离家因为我依旧很爱他。当时我今天连你的是因为我现在基本上能放下了，所以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就是一个是小孩因为现在很小，我父母其实也是不太我爸爸他虽然是已经那个退了，但是他还是返聘的然后我妈妈身体并没有那么好，目前是月嫂一直带到现在。然后虽然说我的自己工资都是能覆盖，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就是他的爸爸能有付出的因为我然后我在不停的挽留下目前这3个月呢，我们10点半关系非常好。然后那个他上个月带我去欧洲花了近10个吧，但是呢这个月他又想来让他父母跟我一起来过日子了，就之前曾经说好是各过各的互不相老就好了，但是这样就会又导致我情绪抑郁反复。然后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能不能后撤提条件，然后推动复合如果说不复合的话，我其实是要离开的。然后我也想听听您怎么建议，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是离开更合适，还是推复更合适？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这问题还用问呢？这属于典型脑子有坑。你是觉得中度抑郁不要搞成重度抑郁才行是吧？是说典型脑子有坑，这种关系有什么好推复合的？推个毛线！你喜欢跟他2个10点半吧，你就自己搬出来住，让他有事没事可以过来找你1天，可以1个星期来找你1天就好了呀。有什么事用一用好了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这搞着？你是说我也不用去在乎这个他对小孩的这个付出了是吧？有啥好在乎的呀？你自己好好自己奔自己的呗。就我还有用的，就对他家的一些诉求是一个是因为那个小孩的户口在他们家，那么小孩这个学区是以后还是要用到他们家的这是我不敢完全识破的。你少来吧，你这纯在那扯淡在那，你知道吧？
这种父母能够给你啥呀？你都试了这么长时间，毛也没试着，还在那求神拜佛啊你！好的，行，谢谢你。好的。行，拜拜。所以别人为什么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呢？就是这样的，知道吧？人的命运呢，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对不对？好不容易脱离一个稀巴烂的关系，还在那往回找补，还什么我要复合，我要这我要那，什么后撤求复合，什么毛病啊？我听不下去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社群什么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有回复你们。哎，听着就烦。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Niki， 听不到啊。Hello， 你好，于倩儿。于倩儿，说话。Hello， 说话。Hello， 你好。你好，你说。你好，我介绍一下我的那个基本盘。然后我是新一线城市，30岁，收入是20个，学历是本科，然后资产是200个。男方的话是50岁，老板大概30多个小目标。然后我的问题是在一起1年付出300个，中间分手3个月，他求复合1个月后付出40个，他的付出意识蛮强的。然后后面我跟他提了生活费8个。然后说付出不能比之前少，但也不能说不能商量，然后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2周。你是不是上一次来连了的呀？对。然后你建议我周末找他，然后我找他了，他回我了，他说他没有能力，有负债，然后配不上我，然后叫我去找别人，然后说我现在想要太多，给不了我。那他之前给我花的算是沉没成本嘛？我跟他撒娇耍赖都没有用，然后太突然了，我毫无准备，然后现在是表现不在意，把自己活得漂亮快乐，逼自己不要太在意。那根据你的案例呢，我要怎么做他会回来吗？还有必要抢救吗？他是不是找我复合是想低成本持有，但我又向他开口，他又觉得不值得，然后通过分手作来治我。我上次是不是已经跟你把这个事聊得很明白了？对，后面不要联系嘛。我说了，他对那个女的没下头，懂吗？这才是正解。你去琢磨这个事儿干嘛？还回不回来？他那个玩不下去了，可能他就回来了。但那个的话并不是短线的，可能一直就有了。对啊，不回来就是没有希望了。你可别在外面找别人跟你去下什么蛊的这个的，千万别上当受这个骗啊！好不容易搞了40个的回来，你别把米花这种地方去了啊！我先提醒你一下，你们都走火入魔的前兆。那没有，那不会。那我很焦虑嘛，然后看了你的视频说要让自己淡定，不要慌。你焦虑什么？这个人已经走了，离开你了，你不用焦虑了，放弃了。下一个了，下一位了，下一位男宾，下一位，不用琢磨了，也不用焦虑了，结束了。那他这样子一会儿回来求我又付出，然后现在又分手，为什么要这样反复的很无常？是不是那他跟别人搞不好的时候，他也要找一个地方转移目标的，知道吧？他也要找个地方平衡心态的。那就是我这里是他平衡的心态。对呀。我就觉得他心里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啊，这不很正常吗？大家不都这样？
这个不行了就找那个平衡一下心态，这个又回来了我就那个就断了，因为我有主线呐，我有我心里倾斜的那一方啊。好吧。那他就是不会回来了是吗？不会了，拓圈吧，好不好？拓圈吧，这个是重点啊。没有圈子，你们每天要在一根稻草上面要死要活，这也搞不好。那我要怎么破圈呢？多认识些人，多出门啊。那你说之前去那个 app 上面去加那个有没有用啊？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有没有用？你不得试吗？因为我感觉上面的人都乱七八糟的。那就别用了，那就躺家里呗。那不行。你指望天上掉，天上掉钱。好，我知道了。还有问题吗？没了，谢谢。拜拜。我最怕的就是我一跟你们说这人不行了，你们马上转头找了个神算子。我跟你们讲真的，你们知道我们碰到好多客户在别人的神算子那里搞了几十个 W， 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他说因为我怕找你，你跟我说复合不了。我怕找你，你不让我复合，你不让我去复合。哎呀，我错了好不好？我应该给你们点心理安慰，你们这个米往哪送不是送，我错了行不行？我真好怕你们这样的，真的好多。哎呀，要求复合，找人家那个给人家算的那个地方，给他搞个珠子，搞个牌子，搞个这搞个那的，然后咔花他几十个 W， 说为什么不来找我？因为我怕你不让我复合。哎呀，我的天哪，我太难了，真的，我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吧？我们想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真的很难。我们为了维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呀，然后我每天就是厌蠢，就到极致。我跟你说，他说他不会，像他们这种特别容易，知道吧？特别容易搞这种邪门歪道的事儿。其实你按我说的，你就自己该拓圈，该干嘛干嘛，对不对？本来没有的，人家回头夸给你给了40个，这不是挣的吗？这不就是给你1年的时间让你出来找人的吗？对不对？莫名其妙的给了你40，你还嫌少了，给了40就消失了，这不应该皆大欢喜的个事儿？这吧转念嘛，你该干嘛干嘛去，该经营嘛，对不对？人家这个40也够你稍微把自己打造一下，再出去玩一玩，晃一晃，认识人，对吧？你们就是渠道太少了，总觉得谁要跟你进行终身绑定，凭啥跟你终身绑定啊？你哪位呀？好了，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说话，粉丝群又满了。Hello， 说话。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可以听见吗？可以，你说。哦，曲曲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情况。我现在是28岁，然后在澳洲排名最前的大学读第2硕士，然后我的基本诉求就是我想走进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然后希望留在澳洲这样。
我之前就正常上学211本科，然后上海的985读了一个硕士。原先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也不太懂，然后爸妈就是我们是北方小城市体制内的家庭，然后原先就想着好好学习，但后来读研的时候做科研做的也不是很顺利。去体制内工作了2年，发现生活可能因为在上海的1线城市生活，确实体制内很有压力。然后后来就来到澳洲这边，希望可以留在这里生活。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感情经验，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开始一段感情经历。你没谈过恋爱？正经就是有没有过实质性的？没有。多大了？没有过实质性。多大了？28了。哎呦我的妈呀！就你们这还想一上来就要找个什么结婚对象？别啦，先把第一关突破好不好？随便找几个人先玩，先把第一关突破掉。你们这个第一关不突破，你后面生不了打不了怪。对，就是我就平时在学校里面和同学相处的话，就正常上课，然后沟通交流这些没有问题。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再往前一步，就可能内心也有一些恐惧，我不知道怎么样消除这个东西。你都28了，你恐惧啥呀你？尝一尝，有什么好恐惧的？眼睛一闭，灯一关，眼睛一闭，就那么个事儿，有什么好恐惧的呀？您说的没错，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只是就是同学在交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和周围人，比如说再往前一步这样。不知道咋暧昧，不知道咋聊天，有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平时看您一些这样的视频，你先进社群吧。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1v1，我都嫌浪费，真的。你先进社群吧。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可以在社群里面跟别的小姑娘交流一下，怎么聊天，平时要干嘛，这些都太基础了。你们这是属于1+1=2的问题。啊，是的啊。你太干巴了，知道吧？我听你讲话是干巴，那男的跟你一聊天一点都不上头，一点不开心。你也不会甜言蜜语，也不会哄，也不会撒娇，也不会就是那种活泼开朗，那感觉就是一点都没有。对，可能是这样。然后就之前就正常是上学工作，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所以我说呀，你先在社群里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好不好？你要遇到男孩子了干嘛的？先随随便找几个人练个手，一次性先找3-5个男嘉宾。把3-5个男嘉宾全部一起聊，用 APP 也好，干嘛也好 ，APP 是一个很好的练手平台，知道吧？对，其实就因为像我现在我也这么大了，然后周围很多就同学啊或者同事啊，其实他们都是有对象的。啥有对象的呀？那没对象的人多了去了。就是看起来平时能见到的、能接触到的，他们有对象的我已经告诉你了呀，用 APP 呀。满世界都是单身。好的，找本地的啊 ，APP 上面只新认识本地的，不要搞外地的啊。行，你搞个外地的完了，妈网上聊了2年还是没有突破第一关，他妈见了鬼。就像您说的找外地的，我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持续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曾经也谁要你找外地的嘛？所以跟你说了不要找外地的呀。你现在要找几个3到5个男嘉宾，然后目标就是在3-5个月之内先把第一关突破掉，这个就是你的目标。3个月之内，别5个月了，找3到5个男嘉宾，3个月之内先把第一关突破掉，这个就是你的目标。要不然你还想谈什么婚恋？你不扯呢吗？在那？那3个月突破的话，就是只要是看起来，只要看得顺眼就行，都可以。对的。然后就相当于要抓住，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同学也会释放一点小信号，但是我当时就接收不到那些信号，可能就是他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才能反应过来。所以说我才让你进社群呢，我说的话都是废话。不是，好的，那个区请问怎么进这个社群？这样，小助理你给他发条。
好吧，你收一下，好吧，我让他给你发一下啊。只看我们这个号给你发的啊，可能会有很多盗版的跟你发，不要理啊。好，好吧，好，谢谢。好，就这样，拜拜。好。你们恋爱呀，本来是个很愉悦的个事儿，知道吗？本来是为了给你们的生活添很多调料的事儿，被你们呐搞得要死要活的，上纲上线的，就是那种不成功变成人啊，吓不吓人呐？吓不吓人？蛮恐怖，知道吧？我跟你们说啊，真的，恋爱其实就是让人放松的一个事儿。你要这样去理解恋爱关系，因为大家现在都不愁吃喝，对不对？古时候的恋爱讲的是嫁汉穿衣吃饭，找的是一个男人能够养活我，找的是一个什么？找的是一个经济支柱。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女生自己能挣米，也能养活自己，所以其实恋爱对于你们来说的首要任务叫做平衡荷尔蒙，平衡内分泌，知道吗？这个是首要任务，后面的什么物质什么那个才是附加值，什么光环条件物质支撑那个才是附加值，你先把你自己这个荷尔蒙给它平衡明白了，对不对？来，他没有关注的宝宝组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Niki， 第3次了啊。Hello， 总有人说要健康，你以为你不搞就蛮健康啊？你以为你就是一点荤腥都不沾就很健康？你不能以一种不健康换到另一种不健康，是吧？混乱当然也不健康，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对不对？你啥也不搞，你一点都不健康，你以为你很健康？Hello， 你好，曲曲听得见吗？哎，听得到，你说。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我是刚结完婚，然后呢，我老公的情况是他是2、3线的城市的，然后家庭，等一下我在念稿啊，就家庭总值大概1000多到2000左右，然后颜值3、4分，我家呢也是3、4线城市的，但总资产500不到，但是我从小就是很独立，15岁就已经逃离了我原生家庭，自己出来这个1线城市自己种米，然后年收入大概40到50个 W， 然后颜值大概8分半吧，因为以前是做模特的小演员，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再种米，跟他的现在的利益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起做互联网拍摄视频，然后一起创业之后收入是不稳定的，大概如果好的话是大概1个月有个10 W 这个样子，不好的话就是8个 W 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就生了宝宝，意外有了之后就有了宝宝。然后我生了宝宝之后的这半年，从月子到现在，他一直对我在冷暴力，不跟我沟通，不关心我，每天躲在房间里面打游戏，也没有在赚米。然后他知道我跟他一起拍视频的那个赚出来的价值是最大化的，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跟我说以后不用我跟他一起拍视频了。之后呢，我就没有继续再跟他一起拍视频。然后现在的家里的这个收入是我一个人在做，因为我是那个某书的博主。他的那些粉丝大部分是为了我，为了看我啊，所以没有我之后，他的流量只会大大的降低。然后他现在就是我想跟他扯快乐证，他不愿意。
对他不愿意，他就说他很爱我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很迷茫。其实我之前1v1过，我进了金柜，我什么都弄了，那我就是想听你说。你1v1的时候，老师跟你咋说的？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人没救了，让我就是有米就拿米带宝宝走，没米呢就直接带宝宝走，反正我也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你迷茫的点位是在于，其实你说是要扯快乐证，但其实你是想在一起，是吗？我不是想在一起，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特别恋爱脑的人，你知道吗？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恋爱脑，但是就是我现在不是有了那个产后 YY 症嘛，然后他就是我老公也查出来了 YY 症，我就觉得我都懵了啊，为什么你也 YY 症了？不是，这有什么关系？这跟你刚刚说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你的迷茫产生在哪儿？如果说老师讲的东西跟你内心想要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没有迷茫了。他讲的东西让你产生迷茫，是你其实你的骨子里你压根就不想放弃这段关系，是不是？舍不得，对。对呀，不敢。首先面对嘛。我们说解决任何问题之前，首先是面对自己，真实对话。我到底想干嘛？如果说我是想通过我的一个后撤动作引发他的情绪反扑，那么你就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你通过后撤动作，你发现他只是在关系上他不割舍，但实际上他的情绪上依然是在自己的那个茧房里面待着的，对吧？对，但他现在有了这个就是情绪的起伏了，因为我说要扯快乐症的这个，我包括我这段时间表现出来的，我已经完全失控了，因为他以前是就是拒绝让我社交，拒绝让我穿各种漂亮衣服，现在我完全失控。他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就疯狂的示好。那么这个事儿就是在往你想要的方向在推动的，那你迷茫什么呢？迷茫要不要扯快乐症？你看啊，我们任何一个动作呀，不能是无缘无故的。首先是明确诉求，然后再倒推行为，懂吗？我要不要扯快乐症，它是个动作，但是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不能忘。你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无非就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这两个方向嘛，对不对？我前面跟你沟通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在让你跟自己真实对话。你在跟自己真实对话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想要的是还想继续这段关系，其实我的本质是不舍，对吧？我不舍得。那么所有的行为，它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目的来行动的。然后最后我努力完了，还是不行，再撤，这个叫尽人事听天命，对吧？对，可能是这个。对，对，我现在就是我知道了，我就是想来听一听，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不跟你扯快乐症，然后就是我应该怎么做，让他达到了我的那个？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往你想要的方向在走了，对吧？对啊。然后如果他达不到，我再扯快乐症。对呀，那么不是，首先是这样的，他已经在往你想要的方向走了，那么这个动作不能是他单方面的行为，明白吗？必须得你也跟他往同样一个方向走。而不能说我一直嘴巴上硬着，保持我要掰，然后他来扑，我要掰，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一个方向性的达成，它需要双方一起去努力。你们前面可以让他觉得我不愿意给他多一次机会。你要有條件。如果你想让我跟你和好，那么条件1、2、3、4、5是什么？我给你的这个观察期是什么？那么在观察期之内，比如说半年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我给你6个月的观察期来决定我们这个关系还要不要继续。那么在这6个月里边，你要做到1、2、3、4、5，我给你5个条件，让你去做。然后我既然跟你达成一致了，那么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也会竭尽所能的去修缮这段关系，而不是让你单方面的做。我也会对你好，我也会跟你说好听的话，我也会给你情绪价值，我也会跟你同样的这10点半，我什么都会还原到一个最佳状态里，然后才能看这个6个月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在这个过程就忘记他在
就是常年对我的这些冷暴力，就直接就忘记。我再说一遍，目标、诉求、倒推、行为。你说的那些东西叫边缘化信息，叫情绪，那个是仇恨，就是有情绪。那个东西叫情绪，那个东西它是与你的目标无关的。你记着他对我的冷淡，无非是干嘛？在情绪上面，你想要去报复。我懂了，明白了。现在我就是看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应该怎么做去达成这个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达不成，那我再跟他说，我们真的不合适扯这个快乐症。对的。同时在这个目标达成的这个过程中，我也需要去推进的，当然，而不是一直把自己架得很高。对，因为这个叫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心有不甘？是因为你没有用十足的努力去面对这件事儿，明白吗？你的内心想修缮关系，但是你的嘴巴一直在说我不要。其实这个是让你的行为一直在偏离你的目标。那么到最后，无论这个关系推与不推，你都觉得不好，因为你没有做出十足的努力，你没有看明白局势。我们任何时候是我自己已经把我能做的做到了极点，我才能看明白这个人有没有价值的。明白。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在以往的我们相处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去逼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听我讲，比如说，听我讲啊，是这样子的。你要首先啊，我们万物以我为优先，懂吗？我是一切的本源，我的快乐，我的能量，我的进步性。我想要的生活永远是摆在一切的大前提，哪怕是你的孩子往后靠。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尽量的也去让别人快乐，但是我让别人快乐不能违背我优先的前提。我优先跟别人的我的诉求跟别人的诉求打架了怎么办？以我的诉求为主，懂了吗？我的诉求跟别人的诉求不打架，模棱两可，我以他的诉求为主。就是我被压了，其实我之前确实我紧紧的抓住了我的诉求，就是败在他每一次我抓住我诉求的时候，他的那种情绪嘛，情绪压制嘛，情绪对，冷暴力我不重要啊。他有什么？我说了6个月，不管他。如果说我每次在坚定自己的时候，你都让我不爽，对吧？我能做的都做了，我能够听你的我就听你的，我不愿意听你的我就不听。我在这个过程当中6个月之后，我依然觉得非常不爽，我放弃这段关系，放弃的轻而易举。明白，就是反正我做好我该做的，你能不能忍受是你的课题。对的，很好，非常有悟性，好吧？真的我太喜欢你了，我一直连了很久，真的。虽然我知道我聊的这些是很家常便饭的，但是这也是很多人面对的问题，好不好？我太喜欢你了。好，那就这样啊。好，拜拜。你们最大的痛苦来源于什么？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我说一切就是以我为优先，我是一切的本源，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把我放在第一优先级上，然后去给别人提供快乐和能量，对吧？在我的诉求和别人的诉求打架的时候，坚持我的诉求；在我的诉求和别人的诉求不打架的时候，或者这件事我无所谓的时候，我听他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社交场合里边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交场合不涉及到我的专业，不涉及到我的利益，我们都是以捧，对吧？以这个认同，以夸奖、赞美、倾听为主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利益导向，我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不需要赢，我所有不需要赢的地方我就全部输给你，就这样。我需要赢的地方我锱铢必较，一分一毫我都不让，明白吗？我不需要赢，我不在乎的事儿，就这个事儿无所谓。你说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我都听你的。明白了吗？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内不内耗了，你很清晰，什么是我一定要的，什么是我可要可不要的，对吧？
我一定要的部分我完全坚持，可要可不要的部分都让给他。这个就是以我为优先的前提下，然后实现双赢，对吧？双赢才是真正的赢，双赢才叫真正的平衡磁场，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永远他都要不停的压榨你，无论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不想要的都要听他的，那么这个人都没有存在于你的世界的价值跟必要，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个负能量，对吧？你不快乐，那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了的，别人怎么对待你是被你允许的，其实就是一开始框架就没树明白，你就没有搞明白这件事情我是否非要坚持。当我需要坚持的事情，无论它产生任何的情绪、任何的动作、任何的语言，我一概都是耳边风，我就干了。不好意思，我就干了，我就这么干了。你看不惯，你痛苦，你改变，明白吗？谁痛苦谁改变，对不对？包括你们跟父母一模一样，夫妻关系、男女朋友关系跟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只有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一个人如果都不尊重你，你是不可能快乐的。被尊重是你有正能量的最大前提，是不是的？那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哎，你好，曲曲，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关系，我的感情关系现在还有没有进行的必要，以及我的职业发展的问题。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24岁，然后国内 top 艺术院校本科，颜值78分，170 100斤，现在在北方超一线城市，是艺术事业编，就类似电视台，然后有户口，年收入20个。20左右个，然后原生家庭是4线城市，然后资产也在500个以内，400、500个，然后现在有一个男朋友，他也是同龄，海外 top 本科，但他年收入是12个左右，然后家庭资产可能猜测是1000左右，1000到2000，在一起1年。男方以及其父母都非常积极推动进入围城，然后说结婚会在超一线购入一套房产，1000左右个的房产，写共同名字。但是他的优点是没有不良嗜好，情绪价值给予的很好，非常阳光积极，然后我们相处磨合非常好，然后10点半也很和谐，爱运动。缺点就是没有事业心，喜欢爬山、打球、玩，然后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他父母他母亲特别传统，干涉就是我们的生活，会不告知就过来洗衣打扫，还会要求我经常跟他们家见面。然后前2天喝酒后在微信上对我说，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些家务的事情，你就可以走。就是以前关系特别好，然后就这次就是有这个矛盾，我就搬走了。然后第2天又开始打电话跟我道歉，他母亲。然后我的男友现在他也和母亲在冷战，他也不希望他母亲管他。我在想，现在这个状况，这感情是否有巨大的问题，是否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年纪也比较小，对围城羽球没有太多执念。我只是希望快乐，然后自我提升。第2个问题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我是希望我有自我实现的。我现在做到工作瓶颈，目前进入的已经是行业天花板，工作类型偏幕后技术型，满足不了我的自我实现。我应该继续读一个 top 2名校研究生，还是艺术类的研究生，改变什么赛？是这样的，应该怎么抬头？你多大？ 24。
是这样子的。首先，如果人家能够在超一线城市买一个1000个 W 的房子，人家的家庭资产肯定不止1000个，对吧？这个是肯定的吧？所以你对这个家庭资产的评估呢，首先有点问题。我听下来呢，这个男孩子呢，他也算是一个比较适合结婚的男生。那他的妈妈呢，可能是有酒后失态的问题的，对吧？经常这样，会删掉他儿子。对，说白了，他妈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酒后的言行举止的人。所以呢，这一点是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他不是说要你做这做那，说白了，这个点是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再好在呢，他儿子也清白，也知道他妈有这个毛病。是，也不是说人家也不会把这个归咎于是什么你跟他妈妈之间的矛盾，明白吗？所以说呢，是这样的，听他妈，这个男的呢，能不能结婚，我认为是可结的，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如果说真的能够兑现所谓的什么1000个 W 的房子啊，对吧？然后他自己也很阳光很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更好的生活，你想实现更高的人生追求，其实是可以靠你自己来实现的。它对于你的作用来说呢，更像是一个大后方的作用。他其实是一个从小生活比较优渥，他并没有什么压力，他也没有什么上进心。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隐性的矛盾，是在于你不能指望他有上进心，你不能指望他的力量改变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他只能作为一个大后方。如果说你想要一个男人，他的这个物欲或者什么能够改变你们的生活，那么这个男的就不适合你。他只能是他也不会管你怎么奋斗，怎么努力，对吧？他也不会干涉你去上进。但是呢，他自己就是个躺平的性格，人不错，底色比较好。你让他去当一个老公，当一个爸爸呢，问题都不大。但是你想让他去改变你的经济跃迁呢，难度比较大。只能说他们家买房你能稍稍的往上前进一步，这个就是本质。如果你觉得想要一个男人改变你的完全的物质条件，那么这个男生就不适合你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然后你说的什么所谓的自己的这个事业赛道是这样，如果你一年挣20几个 W 就已经达到了这个赛道的天花板，我就建议你换赛道。但我现在是事业编，然后合同期也比较长，为了户口也是我告诉你，户口还差多长时间能拿到？5年吧，5年是这样子的。3年要买，如果买了房子就可以从集体户迁出去，就是这样。看你是这么想，你觉得这个户口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有非常大的诱惑？如果是的话呢，我是建议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多去学习。你刚刚说的我能不能再去读一个什么什么书，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想拿户口的话，你肯定要有一定的时间折损在这个里边的。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情你觉得没有那么有所谓我反正呢这个户口不户口的，哪怕8年10年的再拿都无所谓，我想要的是经济上的能够赚到更多的米，反正我现在还年轻，我能出去再闯，我能出去再怎么着，那么你还是要想办法去到一个天花板高的行业里面去。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基本工资是这样，但如果在外面做得好，可以独立接一些制作的话，可能收入会高，但是这个行业都是男的，就是女性不太友好，我觉得。No， 这个不是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把金贵的关系学透，问题都不大艺术性的，因为是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的。懂吗？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的，有能力的人他在哪儿都是有能力，而且有总比没有好。那我再想问一下，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就是他和他妈妈现在闹得也有点僵，然后我应该怎么做呢？他妈妈也跟我道歉，因为之前他妈经常会过来不告诉我就帮我洗衣服呀，然后就是给我送吃的呀，送这那，就是有一点没有边界感。我知道是好心，但是就是让我觉得有点不适。我再说一遍我们反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强调，目标倒推行为，目标倒推语言，目标倒推情绪表达。首先目标是什么？结还是不结？
是我没有这个结婚的执念，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他会乐观一点、积极。你只是觉得这个人目前谈着挺好，反正婚恋呢，我不太去考虑，如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算了，随波逐流，是不是？对，我现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直接跟他妈妈1、2、3、4、5讲清楚，你说我希望您能够做到1、2、3、4、5，怎么回事？这个是我的边界。因为说白了，你没有想着一定要推婚恋嘛，那就是那个什么1000万的房子，对于你来说，你也没有那么，你也无所谓嘛。这都是一系列的事儿啊，婚恋跟那个是绑定的呀。那现在很简单，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就去谈。如果他妈妈做不到，你就可以拜拜了。好吧，明白了。就是。主要在于他妈能不能做到，但是就我们感情关系很好，我就有点可惜，就是因为他父母。可惜也是要看目标的。明白了。如果你现在就觉得可惜，那么你还是应该以婚恋为导向啊，要不然你可惜啥呀？那不过就是少耽误点时间，那有什么好可惜的呢？感觉感情比较好。你感情好，推不推婚恋？感情好。就是如果说不想结婚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再跟他坚持下去了，对吧？没有必要去妥协，明白吗？我是要一段无所谓的恋爱关系，我没有必要去妥协任何事情。我是非常想求这个婚恋，非常想要那套1000万的房子。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是把关系搞好，结婚再说，对不对？它是2个路径，懂吗？我想知道婚恋会不会影响就是事业发展啊？我就怕他妈一直就说生孩子这些事情，对，不重要，我有点担心。你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要以我的目标为优先级。明白。你不能把自己的目标锁死，你永远都是混乱的。想清楚自己的目标，那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更提升一点。对，我该说的都说了啊。好的，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你们就是容易忘记我的目标啊！万一他妈妈到时候一定要我生孩子怎么办？我不想生，我要搞事业，不好意思，对吧？什么是我的目标？忘了，别人情绪一加至，目标没了，你痛苦啊，这你一定痛苦啊，要痛苦让他痛苦，懂吗？我严防死守的东西抓牢抓死。你焦虑你的，你动你的，你催你的，关我屁事儿，对不对？你玩你的呗，你自己玩去呗，对你爱催呗，对不对？我听不见，我不知道你说啥，我就是当你空气，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呢。任何时期，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诉求是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今天直播完了以后啊，回头他们有回放的，有那个切片的，你们再去好好的听一听我刚刚前面给你们讲的。很多时候你们刚听的时候它是浮于表面的，你们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带入自己生活当中的案例去想。曾经有一件事儿让我内耗了，曾经有一个人让我不爽了，如果带着曲曲今天跟我讲的这番理论还原到那个场景里，我会怎么说？我会怎么做？怎么说我能爽？怎么做我能爽？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叫做我当初以自己的目标为优先了？复盘是这样做的，否则复盘是无效的，知道吗？什么叫复盘？有效复盘是你要把一个当下让你觉得醍醐灌顶的东西联合你生活当中曾经发生的场景去考虑，你这个复盘才是有意义的。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再给大家就插播一个小的 tips 好不好？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个点，其实我们讲的所有的点，你们喜欢听我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是把人际关系跟所有的东西打通了再跟你们讲。在我这里，因为我们是极致理性的人，知道吗？一个极致理性的人他是什么？他是把情场跟关系场打通，
在思考问题的，生意场、关系场、情场，它是同样一个逻辑。我跟你们讲，你看啊，我们不是做这个线下的这个哼哈10点半的项目吗？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面对的全部都是高收入、高消费群体，对吧？我们全部是面对的这样一波非常牛掰的啊，口袋里绝对有米的这波金字塔尖的女性，可以这样说，对吧？你知道吗？我们的项目负责人，我们之前啊，我前面一个项目负责人，我把他带到，我不是去你们记得我在那个卡地亚的那个高珠屋，我消费了2次，对吧？我是不是跟大家说，我说我第1次消费是被架上去消费的，但是我第2次消费，我说我是睁着眼睛消费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方法？我把我们的负责人带着跟我一起去参加高珠展，然后呢，我就让他从头到尾观察。我让他观察什么呢？观察我的销售是怎么把我销售掉的，知道吧？我让他看，我让他写，让他复盘，这个就是我的方式方法。我会让他从头跟到尾之后，然后来跟我聊，你在这个里边你看到了什么？我是怎么被消化的？一个真正的面对高端客群的这样的销售也好，这样的场域也好，它是怎么搭建的？然后他写了很多关于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消化我的，这个人是怎么消费我的，他中间讲过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儿，对吧？然后里边的场域是什么样的，他写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写了很多，然后我又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叫一个完整的复盘。我说什么叫完整的复盘？我说你要把你今天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带到我们的项目逻辑里面去复盘。你在做什么项目，对吧？你现在在负责我们的什么内容？你负责我们这个10点半哼哈的内容，那么你必须要把你今天记录下来的每一个你认为是知识点的地方，全部带入到你曾经面对过的场景里面去。在我们做10点半的时候，什么样的环节可以用到你今天说的1、2、3、4、5？这个1、2、3、4、5用到我们的场景里去，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细节发生变化？我说这个才叫一个复盘，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做人际关系、做情感关系、做生意，它是全部是一模一样的。你们真的复盘到位了吗？想一想，对吧？很多人都说我反思了，我复盘了，你到底是怎么反思的？你是怎么复盘的？它就会决定你下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效能，对吧？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雪，听到吗？听得到，你说。OK，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关注你很久了。我的基本盘就是，30岁单身海归硕，然后目前对方的男主46，是一个小大佬企业主，几个小目标的一个身价。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呢1年多，对方付出了600左右。这个600呢，包括生活费和这个公司创业的一个投资。总的一个金额是这样，然后目前的情况是呢，我最近斩断了对方7、8年的另外一位女嘉宾，然后我是查出来这位女嘉宾，就是劈叉很多位，这个也是让我非常震惊的地方，还有生气的地方。然后目前的情况是呢，我把女嘉宾踢出了局，并且还找人去谩骂攻击了这位女嘉宾，然后导致男嘉宾对我的付出就变少了。那么目前我的问题是2个，第一个呢是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对我的付出能够去增大，然后第2个呢是我不确定对方和这个女嘉宾后面还会不会有更深的一个联系，就这2个问题。你看啊，你们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打地鼠，是吧？这个地鼠蹦出来了，夸把这个地鼠打下去；这个地鼠蹦出来了，夸把这个地鼠打下去。你们这同样的呀，其实是自己的内部环节没解决明白。然后就开始解决外部的问题了。你到底跟这个爹爹在一起，你图的是啥？你图的是不是这个？对吧？肯定是吧，100%吧，这个没有毋庸置疑的这个点，对不对？那这个爹爹跟你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里，他有没有付出这个？也有吧，对吧？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环境前提不改变的情况下面，那么正常来讲，他的这个付出是不会改变的，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导向的人，你知道我在这个人身上是图这个的，我也图不到了，那么我首先是不能轻易的改变我们的这个场域，懂吗？生态环境。其实你说的这些什么女嘉宾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这个生态环境当中的一部分。你们以为你们是在解决外部势力，但实际上你们是在改变自己的生态环境。明白吗？所以任何时候我做一个动作呀，我首先是要明白，我要把这个因素给它盘清晰，对不对？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这个东西我是否得到？我得到了的情况下，我一定要稳定我的生态环境，这个才叫目标锁死的行为导向。你胡乱的去改变这个生态环境，最后发现自己的场域没了，你是图感情吗？这个核心问题有2个，有一个很重大的细节问题，是因为我是在不知道对方跟这个女嘉宾7、8年了，还一直在维系的情况下，我跟对方在一起1年多，对方最近告诉我，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发现自己就是2道杠，就是有娃娃了，说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基于身体的原因，所以我就去查了这个女嘉宾的所有的信息。然后我就会非常生气。你听我说啊，你想的这些是在干嘛呢？你现在讲的1、2、3、4、5叫解释你的情绪，你在跟我解释你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但是情绪归情绪，目标归目标，情绪达不成目标，真实的情绪是永远达不成目标的。现在你们2个人是怎么？是还在一块儿对吧？对。这个球呢，还在不在？不在了。然后呢，你们俩现在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就是对方给我的答复是，他跟对方那边就断了情感的联系，然后把跟对方投资过的这个公司的借款1500左右，就是让对方还回来。然后跟我这边的情况就是，我也没有闹的，然后就结束了闹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再去笼络和拉拢对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啊，你看啊，现在这个环境啊，你来求助于我，你也看到了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很被动的情况里面，对吧？你能看到自己陷入很被动的情况里面了。其实本质上你没有抓手嘛，于这段关系而言，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抓手，你跟这个人之间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绑定关系的，财富没有绑定，你们也没有娃做绑定，你们的关系本身它就是浮萍，一吹就散的。然后你还做了很多的破坏生态环境的动作。那我是建议你呢，今天听明白我跟你讲的这个点，然后呢重新调整心态，重新出发，再去跟他去按你说的啊，搞关系什么1、2、3的啊，或拉感情干嘛的，我认为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关于其他的什么1、2、3、4、5，我建议你不要干涉太多。把你自己的那个贪念跟妄念压下去。对，目前是想明白的。我告诉你啊，大概率来说，他跟那个女的关系是断不掉的，明白吗？因为人家的绑定比你深太多了。就通过他最后说的这个结论，什么让他把1500个 W 还回来，就这一件事儿，就说明他们之间是有比较深的业务关联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的能够有7、8个男嘉宾吗？目标导向吧。人家跟每个男嘉宾都有深层绑定，所以那些男嘉宾压根就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能在这件事情里面获利，懂了吗？
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我比较矛盾的点，因为他本身是非常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性格，也是非常接受不了就是女性就是这种的不忠诚不专一，而这个女生的性格上面又是那种偏温柔的善解人意的，所以能够很对准她的胃口，但是在这个大忌上面又犯了这个不专一的就是戴绿帽子的这样的一个大忌吧。所以其实我是非常不确定他们后面还会不会有更深的你错的离谱，知道吗？你现在就是错的离谱。一个男的不能容忍一个女人的不专一，那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是完完全全的供养者，懂吗？他是你的供养者，他当然不能容忍你不专一了。他不是人家的供养者，他们的关系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他那个叫做利益互换，懂吗？那个女生她不过是用了她自己的性别优势，然后跟很多的男嘉宾之间产生了利益互换、利益共同体，并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她的供养者，你们所持有的筹码都是不一样的。对，看明白自己几斤几两，自己手上的筹码是什么，你才能聊别的。否则的话，你觉得你能找到一个一年给你花600个 W 的男人是你的实力吗？不是，是因为这个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知道，他换一个女选手，他一样的会这样付出，不是因为他对你有多么不可割舍的感情，而是这个就是他的消费习惯。所以目前当然是我的一个需求更大，不管是金钱还是事业支持的一个层面。对呀，当然了，那当然了，该哄哄，好不好？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明白自己的位置，摆正位置，不做多余动作。好，跟我设想的答案差不多。好吧。后面他们那一块我真的要调整心态，不用管吗？他们继续联系。你管得了吗？你哪位呀？你已经要出局了，你还管？我没其他问题了。好，拜拜。怎么这么不能接受自己没东西呢？怎么这么不能接受自己没货呢？怎么这么不能接受自己没有站位、没有话语权呢？啊！只要一个男的给你们付出的多了，你们就都想独占对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男的他能够给你付出的越多，说明在这个社会上扑他的女人就越多，对吧？你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呀？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运气被你遇着了，这个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你们到底有什么硬本事啊？你觉得你闹得哎呀，铺天盖地的腥风血雨的，把人家这个散了那搞乱了，这是你的能力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他的正的，你没有法律身份，对不对？没筹码，你闹个毛线呐？人家一年能给你花600个的人，是吧？你有什么东西啊？他是给你花了6000个，你闹一闹。是不是啊？花了6000个嘛，你闹一闹，他可能还有点忌惮。600个，他一年就能给你花600个。像这样的大哥，你想独占，凭啥？凡事问问自己，问一句凭什么？我有什么？对吧？这个男人他爱我什么？我跟竞争对手之间我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长板可以打的？如果你问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发现自己跟别人一模一样，2个眼睛1只鼻子1张嘴，啥也没有，你们就千万不要轻易的做动作，改变你们的生态环境。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对不对？来，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徐徐吗？你说，喂，你好，徐徐，能听见吗？可以说。你说。你好，我是想今天咨询一下婚恋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目前是跟我的这个老公怎么相处，去引导他为家庭付出。第二个就是问题就是，如果在我这半年的考察期中间，我觉得我还是失望了，然后孩子也慢慢大了之后，我怎么后面跟他去谈分开的事情？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我们是从毕业出社会就开始在一起了，从恋爱到结婚现在已经快20年，然后我今年40岁。我们目前是在超县有2套房产，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共同打拼出来的。之前2个人其实工作背景都还不错，在海外也有工作经历。但我们的问题是从大概是在6年前的时候，稍等一下啊，在6年前的时候，他就因为工作上遭遇了一些挫折，然后他就躺平了，就不愿意工作了，一直到现在。中间我们就是4年前我也生了娃，现在娃已经4岁多了。这中间其实我已经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了，就是各种软的硬的，然后包括也找朋友去帮忙，等等这方面我觉得我都做过很多努力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是希望躺平，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因为之前的一些工作挫折的原因，就是对出社会是有一点抵触吧，就可能没太大自信了。我在这个中间呢，我自己其实也以前有比较好的一个工作背景，在中间在娃期间我也有工作了半年，但是因为我们2个人都是其实以前感情是挺好的，然后对孩子也都挺好的，我们俩都很爱孩子。我是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我是因为就孩子身体的原因，后来我就出来了，还是决定我要多照顾孩子为主吧，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那目前的情况，就后面还有一个矛盾点是在于说2年前，因为我家里就突然有在投资方面多了一笔比较可观的一笔投资，大概8位数以上吧。然后我目前是在管理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我没有让他知道，但是中间的这个矛盾点大概在1-2年前吧，他知道这笔资金没有给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家庭的用处了。然后只是我自己拿去投资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暴跳如雷。后面就把我跟他2个人的那个房贷，我们房贷也不多，就房贷停了。然后当时我手上其实是没有现金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抑郁的很严重，就因为这2年一直他也没有去工作，然后我一直在纠结这个点。我是内心里还是比较慕强，也不是希望他是有多大个大贵，还是希望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给孩子和家庭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榜样。其实就真的我觉得我要求也不算太高了，应该只是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工作的状态而已。那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后面他把那个费用也停了，然后我当时就抑郁的挺严重，我就回老家去了，然后就下定决心要跟他分开。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对我的自己的行为买单嘛。虽然我之前恋爱了，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我现在觉得就是他这个人品啊各方面，在这2年中间，我看到人性比较丑的里面吧，就比较失望。然后中间他也跟我母亲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存在，因为母亲看到你想嘛，一个老人家看到一个就是一个男人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家里一个状态，但他是给孩子提供比较好的那个情绪价值，陪伴比较到位。所以我后面在老家去找了律师起诉了之后呢，他虽然说嘴巴上还是在贬低我啊，就觉得他自己还挺好的，然后但是事实上的行动上，他是到老家去找我谈复合。然后我中间找律师，跟律师聊了很久，然后律师的建议就是说，看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是坚持想去扯破烂证的话，我们就走起诉。后来我还是决定起诉了。我们起诉之后，他也比较惊讶，觉得我是有以前的一个小白兔的这种形象，竟然会用法律的武器去。你先提问吧，你那边太吵了啊，我们非常难受。你先提问。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我现在已经跟他就是在复合中间，然后也是想给他半年时间去观察。那在这半年中间呢，
我怎么去跟他相处，去引导他为家庭付出，能够去社会上。行，不用说了。我对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先起诉，把快乐证扯掉，扯完了以后再看他表现。如果说他能回到你想要的状态，你再复婚。我之前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就是当时我在老家的时候，不要当时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按这个路径走。你们持续在这个状态里，他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而且你还会精神内耗。是，但是我现在就是跟他已经签了一份合同了，就是有律师也是建议我们签一份合同，就是把他要在这中间对我们婚姻有些什么，对我的一些不满意，然后我对他的一些不满意，把大家都梳理一下，就相互的把这个包括财产里有些部分内容，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分割，就已经跟他签了这种协议。但是签完了之后，目前来说，我看到的他态度上有一些转变，行动上没有。有在做一些吧，但是他一直还是在说，就找一些借口吧，还是我已经告诉你最优解了，因为你在这个情况下，他也没有被逼到极致，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真的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是有可能的。所谓的这种什么赚米呀、找个工作呀，他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心是一码事儿，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你既然已经走到了如此失望的要起诉这一步，我就建议你把这个事儿坚持下去，因为他本来现在就是一个低价值者，对于你来说，你哪怕是跟他扯了快乐证，你再采取不离家的状态，你都是既得利益者，是完全没有必要存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去等，我觉得这个是无望的，好不好？OK， 那如果是我后续就是觉得还是要跟他去扯，我怎么去跟他谈？因为他其实之前是不同意的，而且我其实不想跟他就太老撕破脸，因为他对孩子还是真的蛮好的。你可以说你自己抑郁了。我们当时签的协议中确实也有这一块，就说如果是他再让我抑郁了之后，就对，你看自己去办理，就这样吧，直接就这么说，好不好？不要心软，你一心软呢就麻烦。是因为我自己性格确实也是，就确实比较心软吧，就是小白兔那种性格，道德感也比较高。哎，不重要。好吧。好的，好，那行，就这样，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好，拜拜。好，拜拜。就连个吵死人的麦给我掉了2000个人下去。来，大家关注我左上点关注啊，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一个知识点，就是关于扯快乐证以后然后不离家这件事儿，对吧？一定是经济实力占上风的那个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懂吗？谁经济实力占上风，那么谁跟对方保持这个扯了快乐证不离家的这个状态，谁就是既得利益者。男人也是一样，对吧？如果这个男的挣得多，这个男的负责家庭的全部开支，然后你稀里糊涂的跟他把快乐证扯了，扯完了以后吧，你又发现自己没有经济支柱，你又发现自己找不到更好的，然后你又妥协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那么你就是连法律身份都没有了，你就成了一个保姆，对不对？你就成了一个被随便用的保姆。很多女生想不通啊，她没有想好自己的后路，没有想好自己的退路，没有想好自己的筹码，然后就因为情绪上头，然后就把快乐证扯了，最后发现自己拿到的越来越少，对不对？而且承担的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男的实现了一种完完全全的多偶状态，在有法律不能约束他的情况下，是不是？所以反过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关系里，你已经看不到对方的什么经济价值了，但是呢你又有一点点还想要对方的那种养育价值什么情绪价值，这种时候呢就是关系上法律关系上分开，但是呢实际又能两个人黏糊着呢，其实对于你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它是同等概念，知道吧？对呀，连线是结束了，
是啊，来，我们再连一个来，再连最后一个来。你好，曲曲。Hello， 你好。你好，我简单说一下我的问题吧。我想咨询的是，我现在怎么样就可以结束这段关系，就是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现在年龄28，然后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学历的话是本科，外形的话大概有7分，手里现在有50多个 W 的现金，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前的存款。然后男方是围城内，比我大17岁，身价的话应该是有几个小目标吧，但是手里现在是有2个房地产的项目，也没有什么现金流，资金也挺紧张的。他这2年经济的话也一直在走下坡，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有3年了，3年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大额付出，只有是在一起第2年的时候买了一个50W 的车，然后还是贷款每个月1万多他在还，现在还剩1年没有还完。我现在就是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内耗也特别严重，正好就是本来他的家人一直是在国外的，然后这个月家人从国外回来了，我们就基本上没怎么在一起了。这段时间也有了一些矛盾，他就是冷暴力，在冷战，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怎么样结束这段关系，怎么去跟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呀，你能找得到他吗？能找到他，你就直接在他家门口等他，你就是看他的赔偿方案是怎么说，然后你们2个人这个关系结束。姑娘，我跟你讲，我真奉劝你一句啊，我真的奉劝你一句，你真的不要太懒，你真的不要太懒。你看你这几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跟一个鸡肋男在一起，米图不到，工作没搞明白，你那个大学也是白读了，这不是你的懒惰是什么呢？是，我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看似一个人提高了一点点你的生活质量而已，你们就被这种蝇头小利所诱惑了，然后迅速躺平，你就会发现未来的人生一片灰暗。对，我现在其实这1年我都在想，就是想要离开，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时机。然后没有这些东西啊，是没有所谓的时机与不时机的，知道吗？是首先你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要去奋斗的那个意愿就压根儿没上来，吃不了那个苦，害怕。你现在就是被那个温水煮的青蛙，你已经快被煮死了。你这已经到了最后，别人要主动撤退了，你才开始慌张。你前面一直都觉得只要能这么一直下去也还行，脑子都懒得动，就是属于这个状态，不存在什么时机不时机的。你早点看明白这个问题，你早知道这个男的不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早不是该工作工作，该上学上学，该社交社交，该打圈子打圈子。对，因为就是这几年我可能就是情绪也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就是感觉就一直在这个里面走不出去，所以现在就是我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离开了。现在就是想问问你，我告诉你了，直接去找他，你就跟他说这几年下来我现在怎么情况，你说现在你要回归了 OK， 你说但是呢我也要有我的新生活吧，我现在工作没有，我们2个人现在分开，我一时半会儿还面临不了这种生活状态，那么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认为这个数不为过，你就直接跟他提就好了，直接找他。100是吗？对的，好吧。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房子，然后之前他也有意无意的提到过，就说可能这个房子以后会给我，那我这个要怎么跟他说？你这个房子值多少？100多个吧。就直接不要了，直接要这个现米就完了。不要，我跟你说，不要搞那些复杂的事儿，知道吧？流程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在一起的，他资金现在确实可能关你屁事儿啊！关你屁事！100个 W 没有什么拿不出来的，好不好？
个呢，也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后面的几年你也就靠这了，你这搞不着，你说你后面怎么过？你睡得着啊？如果他要是不同意，就是分开，或者是不同意给，没有不同意分开的，好不好？关键是你要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在直播间里继续再说了，好吧？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1v1啊。你再往下说下去的话，3观就没了啊。好，知道了。好吧，反正就是这一次，我肯定是要结束的，我不想再这样对的下去了。自己想好，我就是跟你2个人啊，搞到底，这个就是我的底线啊。好吧，好，谢谢曲曲，拜拜。我跟你们说，有些姑娘啊，真的，你们来我这儿啊，真的叫救命，真的不是说一个情感问题，真的是救命。你们的人生中，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跟你们讲这些，绝对没有人会跟你们讲这些，因为人家不会是个脑袋洗指头的，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有这个认知。大部分的人，他在一个吃糖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被麻痹的状态，明白吗？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只会觉得，哎呀，我这样挺好的呀，我这样挺好的呀，哪有你说的那么难呢？哪有你说的那么困难吗？我是因为我们是长了厚眼睛的，知道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太多太多的案例了，我太知道你们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了。基于你们什么样的性格，你们才把自己的这个牌打得稀巴烂。如果今天你不来跟我连这个麦，你去跟你任何一个人去跟任何一个朋友去交流不明白的，在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其实28岁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年纪并不大，但是我告诉你们，真正让你们的年纪成为问题的是什么？是你们那种永远在拖延的心态。不能拖延，你知道这个局面已经不对了，你知道自己的有问题，立刻马上就给我做起来，不能1分钟都不能等，等了1分钟你就1年，知道吗？任何时候都是现在立刻马上动起来是最早的时间。我知道我自己养废了，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么多年懒惰了，我也知道我前面被温水煮青蛙了，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了，我还想侥幸什么呢？混吃等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过，如果你们要搞稀巴烂的关系啊，什么叫稀巴烂的关系？不能走婚恋的关系。这个人如果不能带你跨越阶级，稀巴烂的关系没有存在的必要跟价值，对不对？我是不是常常跟你们讲，如果这个人不能跟你跨越阶级，稀巴烂的关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跟价值。因为你这个时间这个精力你放在你的工作上，放在你的学业上，你能产出更大的结果，而且它对于你的未来来说是复利效益。你在稀巴烂的关系里是短期，你觉得我吃好了一点，用了几个好包，没有意义，知道吗？这个对于你们的青春来说是一种损耗，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它是性价比过低的问题。这个就是理性，绝对的理性。任何时候回归到性价比的点位上，回归到投入产出比的点位上，回归到我的未来的远方那个目标是什么的点位上，对吧？我理想的生活状态、生活目标是什么点位上，再来倒推我现在该做什么，这个就是绝对理性。我希望你们连了这个麦之后真的能改，好不好？真的能马上动啊！不要嘴巴上光说。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找到粉丝群后台私我们下回回复你们。大家一定要进我们的正版社群，因为我们的正版社群里边的小姐妹都相对来说认知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家呢在各个1、2线城市都还有着比较好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圈子，所以大家在这个里边交流是有一个更好的能量场，让我们自己慢慢的一起去提升起来，好不好？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啊，我们是不会的啊。好啦，今天就这样啦，下播啦，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